别打了，求求你们别打了。停！李牧睁开双眼，浑身剧痛席卷全身，意识到自己已从地球穿越到了高武世界。突然剧痛袭来，原主的记忆浮现，李牧很快就了解到了前因后果。原主在18岁觉醒仪式上觉醒 S 级天赋9雷动，可他刚回家就被家族要求将天赋置换给堂弟李豪，原主不愿置换，却被李家人强压着签了协议。千峰他活着的时候为李家立下过汗马功劳，为什么你们的心会这么狠？你还有脸抱怨？不就是贡献一个 S 级天赋，居然还敢报警，这下闹得人尽皆知了。我李家的脸让你们母子丢尽了。马老太太气得浑身颤抖，其他李家人围在一旁，脸上满是幸灾乐祸。老太太，我求你行行好，先给木儿治病好不好？他快不行了，我儿子快不行了，我求求你。哼，我看你儿子结实得很，按照家法，我们打死他，外人也管不着。但今天我让你捡一条命。马老太太说着，拿出一份协议扔在杨素英面前。签了它，李家以后任何产业和你们母子无关。随后我们会发布声明，将李牧逐出李家家谱。他这条命你们可以留着，今后和我李家再无瓜葛。我签。签完合同，杨素英拽着李牧的胳膊将他背起身。儿子，坚持住，跟妈说话。杨素英带李牧找医馆，不停跟他说话。李牧看到一根金色毫毛正在右手心跳动，李牧攥紧右拳，金色毫毛钻入他掌心。孩儿莫怕，流落在外，若遇着磨难，你只管给俺老孙攥紧拳头，战他个痛快。斗战胜系统启动，战胜杀死同级或更高级异界生物，可获得战胜点。战胜点具有解锁、升级神通、改造灵宝等妙用。新手礼包已发放100战胜点，神兵术、五品仙诀、附耳听。系统音在李牧脑海中响起，当五品仙诀替代体内基础内功时，四肢百骸仿佛重获新生。神兵术为武器赋予重量，当前为0斤。五品仙诀加深对所修功法50年的新的理解，使丹海宽阔，经脉强韧，更随心的发挥任意功法。附耳听将神兵藏于耳洞须弥处，无时无刻明悟修炼，速度为正常修炼速度1%。李牧查看系统内各种标码的神通，越往后解锁价格越高。老妈，回家吧。杨素英回身用脸颊贴住他额头，探查真气。木儿，你能说话了？妈，我没事了，就是很累，想休息。好，回家。杨素英察觉李牧已脱离生命危险，背着李牧艰难地朝着妹妹杨有容家走去。听见敲门声的杨有容急忙迎出，身旁的精壮大汉立刻上前接过李牧。姐，怎么了？木儿这是怎么了？快，先进来再说。李牧在一家沉沉睡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李牧睁开眼，感受到身体已完全恢复。杨有容家铁匠铺院内，李牧推开门，两人见他出来，同时停下手中活。杨有容眼眶通红，该死的李家，把我外甥害惨了。S 级天赋被夺走，本该青云直上的人生全毁了。姨，我没事的，但学我也得上。好，上学可以，但得换个学校。你堂姐李红跟你在一个学校，那群人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姨，李家觉得凭一个 S 级天赋就能崛起，我李牧偏要把他们踩进烂泥。杨有容只当他说气话，李豪有了 S 级天赋，李家崛起已成定局。好，还有你的事我还没和佳琪和家峰他们说。李牧点头，看了眼手机时间。他们的话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该去学校了。腾龙武校，李牧刚一走进学校，一名学生早已等候。李牧，那个学生会长叫你过去陪练。给谁陪练？给孙龙。李牧眼神骤冷，记忆里孙龙家里有点钱，觉醒了1级天赋后不敢去深渊面对怪物，却喜欢打击家境贫寒的学生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演武场上，高3学生围成一圈，看着孙龙正在暴打陪练。那陪练实力强于孙龙，却因李小红掌握部分修炼资源分配，不敢还手。其他陪练皆是面色阴沉。李小红快步走到李牧面前，没想到你好的挺快啊！听好了，我男朋友点名要打你，一会你千万别站着不动，一定要挣扎几下，要不然他会打得不过瘾。如果你让他打得不开心，那我一定每天都往死里整你。李小红拍了拍李牧肩膀，眼神满是扭曲快感。此前李牧觉醒 S 级天赋又跌落，孙龙想踩扁他，李小红便安排此事。李牧未回应，目光投向场中比斗。孙龙的1级天赋辅扇，近战可在前方扇形范围出现烈焰。陪练是 C 级天赋，擅长防御技，正用金钟罩被动防御，挡下孙龙攻击。孙龙打了10几拳未破防御，眉头大皱，突然沉身凝气，右拳如弓拉满月。快停下！孙龙蓄力全力出拳，陪练被火焰尽力吞噬倒飞，惨叫连连。孙龙仰头活动脖子，满脸舒爽。深渊怪物可不会随便停手。
陪练攥紧拳头，忍气吞声。这高50阶可真是残酷。李牧，现在老子是 A 级，你是 F 级，又被李家逐出家族，看你怎么防。过去。李牧点头走向了兵器架，众人以为他要挑武器，都有些惊讶。他要干嘛？要拿武器？他对自己沙袋的身份还没有认清吗？李牧，别犯糊涂啊！老老实实挨打还能轻点，反抗你会重伤的。李牧并未拿武器，而是取来大扫帚，并从中抽出一根竹条，挥动竹条时发出破空风效。孙龙见状嗤笑。李牧在挑选竹条时，以消耗50点战胜点强化神兵术，之后手持竹条返回场中。神兵术为武器赋予重量，当前为50斤。李牧拿起武器感觉有些吃力，于是果断花费30点战胜点学习了单山术。单山术增加1虎3牛之气力，10牛1虎，10虎1棱，单山倒海，3天覆地，1虎3牛的力量一上身。感觉浑身充满力量，别说把孙龙打一顿，把他撕了都成。不等李牧反应，孙龙迫不及待冲了上来。李牧催动身法地形9步闪避，同时持竹条抽向孙龙手腕。孙龙拳锋擦过李牧胸口，手腕却被抽中，疼得惨叫后退。你敢伤我？哎呀，我可太敢了！李牧持竹条抽向孙龙脸部，孙龙脸上立刻出现通红血印，50斤抽在脸上。纵使孙龙有上品功法强化自身，也感觉大脑微微震荡。李牧手中竹条疾风骤雨般抽在孙龙脸上。我勒个骚怒！这是什么神仙身法？简直老苏系顽童啊！怎么我看着像是在行9步？9步个蛋！你地形9步能在闪避的瞬间反击，哪个老师这么教你了？就是我施展的行9步，整体大半集中在下爬，根本没法攻击。李牧虽然被夺了 S 级天赋，但一直是功法可兼着，看来他已经不打算再惯着李家了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干恁娘的，打得好！学生们逐渐兴奋，李牧也越发自如。他把孙龙当作试验新功法的活宝，竹条招招不离孙龙脸部。李牧，住手！给我站在那不许动了！站在那不许动，意思是让你男朋友打一拳出去呗？就是，凭什么？就凭你们李家有实力，比你有实力的人还手都不行，还得站在那让你打。李牧突然停下动作，此时的孙龙早已气疯，他挥了上百拳，竟然连李牧的衣角都没摸到一下。他趁李牧停下，再次沉身坠肘，右拳攻拉如满月。这一拳要是打中，李牧必定重伤。卸下风拳。骗你的，小可爱！李牧侧闪躲开，竹条灌注能量，旋身抡圆朝着他腿上抽来。停下！李牧并未收手，竹条撞击后轰然碎裂，孙龙则被抽得横飞出去，撞翻几名同学后又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全场瞬间寂静。深渊怪物可不会随便停手。得胜，获得战胜点加19，战胜的对手对宿主来说越强大，造成的伤害越重，获得的战胜点越多。他打得好！孙龙此时大脑一片空白，整张脸肿得像紫黑的猪头。李小红尖叫一声，周围学生顿时安静下来。谁让你还手的？谁允许你还手的？我叫你站在那，你他妈当耳旁风了是吧？李小红走向李牧，朝他脸上甩耳光，但李牧速度更快，先一步抽在李小红脸上，李小红整个人跌坐在地。李小红，你装什么呢？不是你刚才在我耳边告诉我，让我拿出真正实力，好好教训一下孙龙吗？我不管你和孙龙有什么过节，但是别拿我当枪用了还装无辜。李小红看到孙龙眼中的怒火，突然明白了，他被李牧摆了一道。不是的，我没说过，我真的没说过那句话。李小红上前想要将孙龙扶起来，孙龙一脚踹翻李小红，踉跄着朝医务室跑去。龙，你听我解释。李小红狼狈起身追了出去，围观学生顿时发出一阵哄笑。笑死我了！李小红应该不可能说那种话吧？李牧和李家的仇恨又不是演出来的，傻子也知道是李牧挑拨。是不是挑拨已经不重要了，关键是孙龙这傻缺信了。以前没发现啊，这李牧是人才啊！哎，是福是祸不一定哦。李牧这下算是把李家和孙龙得罪惨了。李牧回到班级后，开始研究系统用法。眼下神兵术最能直接提升战力，1战胜点增1斤重量，虽需13500点才达金箍棒重量，但他清楚自身无大品天仙诀与定海神针铁，且体魄修为若跟不上，强用重武器只会伤到自己。李牧，教导主任叫你。李牧一笑后，起身去教导处。他知道自己把孙龙打伤，孙龙明天无法参加深渊军训。深渊军训是天赋觉醒后的重要活动，军训3天后有深渊首战。李牧料定教导主任会发怒，此时教导处以为不少学生。教导主任梁海冷眼看向走进来的李牧。主任。李牧反手关门，站在空地上。梁海不说话，盯着李牧看了有1分钟。有屁你就放，你玩什么深沉？李牧，你知道你和孙龙的价值差距吗？不知道。看来你是接受不了现实。
就在前天，自己刚觉醒 S 级天赋，这梁海便第一个将自己拽进了办公室，说了半个小时的不忘施恩、涌泉相报之类的话。仅仅过去2天，就和孙龙有价值差距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去跟孙龙和李小红认错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取得他们的原谅；第二，立刻滚出学校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。我选了，麻烦你快点把开除信给我，我赶时间。哈哈。高3 9班，李牧，档案给我拿出来，开除。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梁海站了起来。不用上报，我梁海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？我说开除，现在开除信开好，现在就给我送到办公室来。作为你的师长，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，人总要为自己做的选择付出代价。这节课够生动吗？而且我还可以给你指条明路，斜对面黑水高校招人都快招疯了，什么货色都收得下。多谢提醒。不多时，学籍部的人快步进来，拿着档案袋和开除信。拿上你要的开除信，滚吧。李牧懒得多说一个字，拿起档案和信，走出了教导室，走出学校，直奔黑水高校。黑水高校各项排名垫底，因开办不足10年，校长无背景且被其他底蕴深厚的学校联合打压，好学生不愿来，导致学生质量低，继而拿不到教育部资源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李牧走到学校大门前时，看到了横幅：今日转校大酬宾，免一切学杂费，1品后期以上学员更有入学礼赠送。不仔细看，我还以为是超市搞促销，不过我已经1品后期，入学礼我拿定了。李牧进入学校，来到学籍部，入学流程异常顺利。学籍部部长一听李牧黄阶1品后期要来转校，当即亲自给李牧测了进阶。哈哈哈！来，李同学，这是校服和校徽以及你的学员卡，给你分到了高3 7班，班主任是赵青山，你现在就可以过去报到。另外，你有1份入学礼，任选1门返品功法和1万块现金，钱已经给你充进学员卡了，也可以提现用。至于功法，你可以找你的班主任给你参谋一下，慎重选择呀。谢谢老师，这黑水高校为了吸引人才真够下本的，功法本就不便宜，任选的话可以选比较值钱的，少说也得1、2万，入学就先给2万多，真的很实惠。李牧直奔学校的图书馆，筛选了返品棍法流云3阵，进入练功室。李牧坐下感悟功法，在5品天仙诀加持下，李牧对流云3阵的理解增加近50年，如同钻研该功法50年的人，洞悉本质后可叠加5阵甚至7阵，叠加过程还能丝滑变换，无者难看破。李牧认为自己同阶中此棍法水平顶尖。就在李牧疯狂提升的同时，进来。高3 9班班主任翟龙推门而入。副校长，我们班的李牧被梁海主任开除了，这事你知道吗？李牧一个 F 级天赋，开了就开了，你慌什么？我想知道凭什么开除。翟龙拿出手机，指着上面演武场上围观学生拍下的视频。学生会长叫李牧去当陪练，李牧还手暴打了孙龙一顿，就为这。我刚才去找梁海，梁海居然说他让李牧去给孙龙道歉，李牧不去，就为这。人家李牧觉醒 S 级天赋的时候，你们视若珍宝，这才2天，李家道德败坏，这孩子已经够惨了，我们还要这样对他吗？什么？李牧还打伤了孙龙，那就更应该开除了。你在这吼什么？前天置换天赋的人没有1万也有8000，人家家族里面的决定与外人何干？轮得到你说3到4？副校长，你是哪根筋搭错了？你看过这段视频没有？李牧失去 S 级天赋了，他现在是 F 级天赋。孙龙这个 A 级天赋者和李牧修为一样，被李牧吊起来打，你还不明白这其中的含金量吗？能不能动动你的猪脑子？翟龙，谁给你的狗胆跟我这么说话？给我滚出去！我还告诉你，孙龙要是有个好歹，连你也一块给我滚蛋！翟龙彻底气笑了，冲副校长伸了个大拇指。英明，你英明啊，走着瞧吧。李牧领悟完流云3阵，回到家的时候，院内饭菜飘香。表哥，旁俩人见到李牧，委屈巴巴地耷拉着个脸。知道李牧的事情后，不知道怎么安慰李牧。行了，别撅着个嘴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我现在的天赋更厉害。骗人？骗不骗人？过几天深渊首战你们就都能看到了。什么？你要参加深渊首战？杨素英听到动静从厨房冲了出来，惊讶地看着儿子。妈，小姨，姨夫，我确实的参加深渊首战。深渊首战是允许放弃的 ，F 级天赋去深渊冒险，死亡率极高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但我的 F 级天赋确实也很厉害，可能是置换天赋出现了什么异变，我产生了一些无法理解的变化。家风，去给我找一根棍子武器。我去。一旁的姨父亲自跑去店里拿了一根玄铁武器。大外甥，这是一根玄铁。姨父拿着黑色铁棍递给李牧，李牧挽了个棍花，往耳朵里一塞，咻的一声，那铁棍瞬间缩进了李牧的耳朵里。我的妈呀！储物戒指。我哪有钱买储物戒指？这是我的天赋自带的。天赋自带的，李牧的天赋是重击啊！
怎么可能自带空间？那么大根棍子藏哪了？所以我说了，这天赋变异了，不比 S 天赋差，你们放心吧。姨夫，这把武器归我了哦，我正好缺个武器。啊，行。翌日清晨军训日午8点，黑水高校空轨列车抵达堡垒上方，广场上人山人海，聚集了东城区20余所高校的高3学生。黑水高校学生下车后，后勤部门维持秩序，组织学生登记，准备进入深渊。老赵，学籍部长笑呵呵地跟赵青山打着招呼。哎，老马辛苦啊。怎么样，老兄我够意思吧？什么够意思？怎装傻？你以为我趁机要勒索你那2瓶好酒是吧？你小瞧我了，我告诉你。我把礼物分给你，完全是看在咱们哥俩纯洁的友谊。布儿，你给我说懵了，什么礼物分给我？昨天咱们学校来了个黄金1品候机转校生，我亲自办的入档，然后分给你们班了，让他找你报到。说谎骚雷劈，真没人找我。我操，那兔崽子不会是来诓我入学大礼包的吧？但是也不对啊，他确实办了入学呀，现在是我们的学生啊。那你还在这找着干鸡毛？不是愣着干鸡毛，找啊！对。此时的李牧正在入口处登记，进入深渊需要领取2枚回城石和一个科技手表。李牧领取完后，顺着黑水学生的人流上了巨大的透明悬浮电梯，电梯缓缓开动，沉入黑洞洞的深渊。哎！老马发现李牧迟疑晚，跑到跟前使李牧已上电梯。那个就是李牧。对啊，先走吧，晚上他们还出来呢，到时候再说。随着电梯进入深渊，俯瞰去，深渊内的堡垒如同小型城市，堡垒边缘皆是驻扎的军队，各种传送阵光点闪烁。电梯一落到地面，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千人。就在此时，一声震撼人心的马嘶之声传来，吸引了所有人目光。不远处，6、7匹高头大黑马飞奔而来，黑马之上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扫视全场。所有参加深渊军训的学生听着，这是你们第一次到深渊世界，我必须告诉你们一个残酷的事实：深渊怪物比你们听到的、看到的要恐怖10倍、100倍。怪物对于人类不存在什么攻击欲望的高低，人类在怪物的眼中就是血肉，而他们面对血肉只有疯狂，疯狂还是他妈的疯狂。所以我需要你们在这3天的军训中克服恐惧，服从命令，拿出你们武者应有的胆色，免得3天之后的深渊首战害死你们的队友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孩子们喜欢战马吗？喜欢。可惜你们还不属于镇元军，我也没办法。军中培育的怪血战马比外面卖的战马更快更猛，而只要你们深渊首战之后早点加入镇元军预备役，人手免费领取1匹，更有很多军用功法和武器是外面买不到的。接下来，所有人前往属于你们学校的军训区，见见你们的教官。轰！所有学生瞬间沸腾起来，冲向自己学校所在的军训区。李牧跟随着黑水大部队也赶往军训区。李牧身边的人注意到了他的不一样。哥们，我看你又面生又面熟的，你是李牧吗？是。周围的学生一阵哗然，议论纷纷。李牧果然是觉醒 S 级天赋又被抢了的那个李家李牧吗？就是，我也看得面熟，但是我们学校没见过你啊。不是，哥们，你啥时候来的我们学校啊？你不是在成龙高校吗？昨天刚转校过来的。你好，我叫肖灵通。你好。众人来到军训区，军训区广场前，3个穿着军装的青年负手而立，领头染着一头红发。左侧的青年问道：“红毛哥，昨天你跟赵美婷有没有？”没有，赵美婷3番5次的拒绝我，还敢动手打我。人家赵美婷是何等人物，镇元军小队的新星，入队2个月便已战绩斐然。你红毛是个什么东西？2品后期武者 ，C 级天赋，入队半年了，战绩还不如赵美婷1/3。哼，这赵美婷实在是不识好歹啊！我现在非常火大，一会这群学生来了，先给个下马威，男学生挑几个狠打一顿，威慑一下，然后挑2个漂亮的女学生，单独带到密训室爽爽，听清了吗？原主记忆中，这镇渊军的纪律确实是没法和老家的子弟兵相比，但是他没想到这么差，居然允许染红毛。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全都给我站好！学生们迅速调整，红毛眯起眼睛，上前抓住一个男同学的头发，将其硬拖到了前头。红毛将他脑袋揪到自己面前。你妈没教过你怎么站稳是吗？红毛一脚扫向学生大腿，学生顿时捂着大腿惨叫。你知不知道，深渊怪物最喜欢你这种惨叫？所有黑水高校的学生都是一脸愤怒。红毛看向学生群的表情，看什么？就你们这温室花朵，还想挑战深渊？你们连站都站不稳！红毛又是一脚扫向站在最前排的一个男生，男生重重横拍在地上。废物，废物！红毛每骂一句，就踢翻一个男同学。很快他就踢到了李牧身上，一腿朝着李牧大腿扫来。李牧淡然退后一步，闪了过去。红毛一愣，死死瞪向李牧。
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机灵？我是来军训的，不是来挨打的。我让你站过来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是来军训的，你再敢伸一下腿，我就打断你那条狗腿。我说到做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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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红毛面色骤变，右腿横扫而来，李牧右手在耳边一掏，往地上猛地一戳，玄铁长棍重重戳在地面，红毛小腿踢在长棍上，撞得小腿剧痛无比。周围的学生闪开一大片空地。李牧抡起长棍猛砸向红毛，红毛掏出一把长刀，迎着棍子砍了上去，真气狂涌，一刀将李牧的长棍震开，一棍不中。李牧转身再扫第二棍，速度太快，红毛只来得及招架。李牧反手再抽出第三棍，红毛硬接这一棍，便觉得虎口猛地一疼，竟然崩碎出血。居然是流云三阵，可惜三棍已过，你绝对不可能打得过我。红毛刚说完，李牧就斩出第四棍，红毛陡然色变，双手举武器去招架，却不料手中长刀被挑得轰然崩碎。李牧面色森寒地斩出第五棍，流云第五阵，如同一道残影划破半空，所过之处能量震荡，空间哀鸣，目标正是他的右腿。不，红毛根本来不及闪躲，红毛的膝盖受伤，轰然翻倒在地上，抱着大腿翻滚。我来一届，不是来受气的，否则斗战胜系统还觉醒个蛋。得胜，获得战胜点加31。什么军训？同学李牧一品武者把二品武者的镇元军教官一条腿给打断了。警报器一响，很快秦战也带着几个巡逻卫赶了过来，所有人脸上都出现惊恐之色。上郎卫军衔的军官，谁能想到大学军训上会接触到这样的人？哪怕是铁守城东城区的教育部长见了，都要客客气气。怎么回事？秦郎卫，这个学生不服管理，藐视军纪，我正在训话，他突然袭击我。军官看向李牧，人群中的萧灵童大声喊道：不是的，军官大人，是这个教官无缘无故殴打我们的学生，他打李牧，李牧躲了，他咄咄逼人，李牧才出手的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所有的黑水高校学生瞬间沸腾。是，对，就是他欺负人在先。军官大人明察。闭嘴，全都给我闭嘴！大呼小叫成何体统？把这里的监控给我调出来。是。这地方有监控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秦战也看完监控，眼中喷出怒火，他转头看向红毛，给我查查，是谁批准这个杂碎来当教官的？一个巡逻卫兵应了一声，红毛吓得浑身颤抖。似你这样的垃圾货色，我真是怎么清都清不干净啊！把他拖下去，连带这个监控送到执法部。听到执法部3个字，红毛当场吓尿。2个副教官准备先带他去医疗部，不准去医疗部，直接送到执法部。红毛悬着的心彻底死了。带几个教官走后，秦战也才转向李牧。你叫什么？李牧。我问你，刚才你用的是流云三阵吗？是。为何有5阵？自学突破。秦战也点了点头，随后转向黑水高校的众学生，把你们的手机拿出来，打开录像。等所有人都打开录像，秦战也面对李牧朗声道：镇燕军上郎卫秦战也需要你帮个忙，可否跟我走一趟？秦战也让所有学生拿出手机录像，然后他自报家门，让我跟他走一趟，这是要让所有人都放心。好。李牧，你随我来。李牧跟着秦战也来到一处钢铁堡垒前，堡垒上方牌子写大类工法研究部。我带个人来见宋部长和徐教授。我去给您通报。卫兵快步小跑了进去，不多时，那卫兵小跑回来。郎卫请进，宋部长和徐教授正在开会，让您进去稍后，会议马上结束。好。秦战也冲李牧一招手，带头走了进去。一进这研究部，李牧就明白了秦战也的目的。这研究部中来来往往的尽是穿着便服的文职人员，而墙壁上尽是凡品常见功法，刀类、枪类、剑类、棍类。李牧在枪棍随意一看，流云三阵赫然在列。秦战也带着李牧来到一处会议室门前，一个助理对秦战也歉意一笑：秦郎卫，部长在开会，劳烦您稍等片刻。秦郎卫，不打算问问我的意愿吗？你不是同意了吗？我同意跟你走一趟，又没同意你什么都干。还真是。一旁助理一脸懵逼看着两人。那我先问你吧，你可知道这里是何处？一知半解。深渊之战，死伤率常年居高不下，有很多武者因为各种原因脱离学校，有些人加入镇渊军的时候，甚至只会内功，所以镇渊军要免费发放大量低阶功法。这里便是镇渊军功法研究部，这个部门里有大量的功法钻研者，他们悟性极高，功法纯熟，不断精进，大批量生产反品功法，像是母鸡一样不断下出蛋来，滋养着镇渊军的新生力量。你小子比喻了个蛋，你要不会比喻，你就说大白话就完了。谁是母鸡？所以你叫我来的意思是，反品功法中枪类是一大项，枪类功法中流云三阵的普及率又很高，我想让你将你的心得分享于他们，看看能否让他们更加精进一些。当然，这是若成，论功行上，
绝不让你白忙活。细说行赏的事，且不说如果真的能改进，将来实行下去，你会有不少功勋。就说我个人承诺，你只要真心帮忙，精品黑血战马1匹，精品灵宝、精品武器各1件，上品功法1套。孩子，我知道我没法道德绑架你为国效力，但刨除掉这些物质奖励，没有一个人因为流云三阵的增强而活下来，便是一份功德啊。好，上品功法是任选是吧？此时会议室内传来嘈杂声，秦狼卫，请进吧。秦战也推门进去，数十位与会人员正打算从后门有序离开。各位领导请留步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看向秦战也。宋部长，我就有话直说了。刚才这位小兄弟施展出了流云武阵，我特地带他来见见你。秦狼卫，你说什么？多说无益，请看监控吧。秦战也用会议厅大屏幕播放李牧打断红毛右腿的画面。看完后，整个会议室哗然。再放一遍。秦战也又放一遍。再放。老东西这么喜欢看 VCR。徐教授，你若要看，我们可去外面，让李牧和我对战一番，岂不看得清楚？孩子，你能再次施展？宋部长和其他人满怀期待。您，他，好，小刘助理，快去通知枪棍类众位老师。随后，李牧和秦战也走出研究部，来到了空地上。一大群人从研究部走了出来。你们说，这少年能使出流云武阵？流云三阵早已改无可改了。你们确定他用的是流云枪法吗？多说无益，李牧动手。李牧手指从耳朵处一捏一转，手中出现玄铁长棍，朝着秦战也横扫而去。秦战也脚下慢步，手中长刀挥出，挡开李牧的横扫，一击不中。李牧扫出第2棍，再挡，再斩，第3棍。所有观战者都瞪大了眼睛。当李牧扫出第4棍，在场所有人共同倒吸冷气。一般流云三阵的运用到第4棍，根本没人能用出4棍。当李牧展出第5棍的时候，所有人瞳孔骤然放大，秦战也被震退半步。好小子，再让这些家伙看一遍。李牧只好再演示一遍。睁大你们的双眼，看清楚，看清楚啊！众人们揉了揉眼睛，瞪大眼睛看着李牧。李牧有些失神，轻叹一声。以李牧现在的理解，完全可以施展7阵。李牧再次舞动长棍，挥出了第6棍。还有第6棍。李牧的玄铁长棍和长刀相撞，啪的一声从中断裂，棍身崩碎。李牧震得向后翻飞，而秦战也连退3步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李牧看着颤抖的右手，看来还是高看自己的身体了，身体有些吃不消。自己的修为可是黄阶8品，即将迈入9品。这李牧小小的1品武者，与自己简直是天壤云泥的差距，竟然将自己打退几步，这是什么恐怖的攻击力？好，看清了吗？领悟了多少？而这些老师却没有几个搭话的，全都沉浸在刚才那精彩绝妙的一棍。徐教授走上前来，挤出一丝笑意：“小兄弟，我求你件事。”您请说。能不能请你进屋与我们说上几句？你也看到了，这些人已经钻了进去，你的1、2句话也许便能让流云三阵产生质变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流云三阵若能普及到5阵，我军区底层枪棍类武者的整体强度将有质的飞跃。若能普及到6阵，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军区的死亡率。这是天大的功德呀，孩子！我定会为你去申请军功。李牧回头看了一眼秦战也，秦战也点了点头。有何不可？徐教授攥住李牧的手，走进了研究部，身后一众老师们全都跟上。3个多小时过去，刘助理和李牧2人疲惫地走了出来。狼卫，抱歉，宋部长他们演练过度，精神耗尽，睡去了。依我看，至少要大几个小时才会醒来。李牧同学真乃百年不遇的棍术奇才啊！刘助理过奖了，和创造功法的大能们相比，我不过是尘埃。不必过谦，改良一门已经普及的功法，比创造一种功法难多了。优化功法的道路，任重而道远，能有一丝进步，我们也会拼尽全力的。又寒暄几句，刘助理亲自送秦战也和李牧出了研究部。感觉如何？哎呀，就是感觉耳朵里空空的。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家伙，一把武器陪你便是。秦战也直接就带着李牧去了军资部灵宝区。灵宝区内2侧架子返品和上品灵宝数之不尽，灵宝明码标价，标的全都是贡献值和功勋值。贡献值是整个军队系统的货币，可以消耗来换取镇渊军物资；功勋值是购买资格的限制。随便挑。李牧快速寻找起来，最终他看上了黑红色披风大小披风，售价3400贡献值，功勋值360以上可购买。这是什么？大小披风，温暖坚韧，可随意变化大小，大致极限可随主人杀伐吸收能量而不断提升。虽然是个成长类披风，但是对精品灵宝来说效果有点单一啊。你确定要这个？所有灵宝对李牧来说都是成长性的，只要喜欢即可。李牧点头，将其披在身上。走吧，该选你的武器了。秦战也带着李牧来到了武器分区，很快就选中了精品的棒子。李牧拿在手里舞动了一番，便收进耳中，取名为金花棒。
二人从武器区来到功法区，秦战也允许李牧选2本上品功法。李牧选了一部防御功法龙吟绝响和强攻功法斩铁石，最后就是战马了。来到镇渊军马场，秦战也边走边说：“按理说，军中这些物资是不能允许随意向社会人员发放的。你这些奖励都属于破格领取，要是没有宋部长和徐教授他们做保，凭我一个人可是也要挨批评的呀。不过你如果能早些加入镇渊军预备役，那就迎刃而解了。你的奖励只能比这多，而且还不会破格。您还真是时刻不忘忽悠人参军了。哎，人人都知道深渊怪物恐怖，人人都怕深渊。你不参军，我不参军，谁来守卫深渊边境呢？有些数据你们看不到。”秦战也眉头紧了一下，摇头没再说下去。秦狼卫，如果参加了镇渊军预备役，寻剿任务重吗？不，预备役就是预备役，只在人手特别紧缺的情况下动用，其余时候你们还是在学校学习专项知识。只不过参加了预备役，你们多几门必修课程，比如战场指挥、怪物能量分析、深渊地理分析等。而且预备役有一个特权，普通镇渊军功勋值到达军衔标准，需要文化考核过了才能升军衔，但学校预备役不用，功勋值足够，无需考核，直升军衔，而且将来挂军职也比普通镇渊军方便许多。预备役也是可以挂军衔、军职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主动下来参加任务，自然也是更好的。此时入口处一个军官和副官看到秦战也，顿时一缩脖子，拉着副官就往回跑。哎，老周，我看见你了。秦战也追上去，一把抓住那军官的胳膊。那军官转过来一脸苦相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你看你这么不欢迎我，不就是搞了你一匹好马吗？好马就得配英雄吗？这不，我又给你带来一个英雄，把你那特品战马拿出一匹来。”什么？你不会是骗我吧？就凭这小家伙？嘿，他可不小。现在宋部长和徐教授都对这小子赞不绝口，将来他在徐教授和宋部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宋部长和徐教授再替你美言几句，那分量可比我大多了，对吧，李牧？秦战也冲李牧挤眉弄眼，李牧笑着点头。秦战也答应了，可是给一匹精品战马，现在居然要上特品了。呵，那也不能上来就要特品，这小子不会是你私生子吧？嘿，这要是我儿子，我做梦都笑醒了。那正好，跟我来吧，有一匹刚刚训练出来的特品战马，只不过有点小缺陷。在老周的带领下，秦战也和李牧进了马场。这些战马都是和各种怪物的基因融合杂交培育出来的。目前人类摸索出来最优秀的战马有4大种类，分别便是这路遥、虎牙、鹰展、鬼兽，分别以耐力、强韧、极限速度、辅助战斗的能力见长。很快，老周带着2人来到了一个马棚，此时正好有人走出来。先别关。突然飞马冲了出来，将门卫撞飞，朝远处马场飞驰而去。马德又跑了，赶紧追！4、5个门卫飞身追去。哎，老周，这就是你说的好马？哼，秦教习，你什么时候变得不识货了？这可是顶级特品马，今年2岁半，正是冲劲凶猛的时候。废话，我能看不出是特品吗？但这都没驯服。其实是驯服了的，但是这马生了一次异变，品质直接从精品提升到了特品。我原本还高兴来着，这是我这个马场目前最年轻的特品战马了。但是没想到异变之后，这小马居然烈性难驯了。那你给我换！哎，话没说完，李牧直追黑马而去。这匹马我要了！哎，造孽！秦战也同样飞奔而出，很快就追上了黑马，全力拉住。上马！李牧飞身上马，黑马猛然一抖，将李牧甩了下来。李牧一次次爬起，上马，甩飞，再爬起。李牧扯出大小披风，蒙上马头，黑马迅速安静下来。李牧拿开披风，黑马再次躁动了一下，但是这一次却没有再死命挣扎。不是蒙马头的作用，是那披风。李牧看向披风，没想到这披风竟然还有这种特殊的功能。走，驾！李牧在经过10几分钟熟悉黑马之后，在秦战也面前停下。名字都想好了吧？叫姚狗。秦战也笑着点头，和老周交接完后，便带着李牧离开马场。2人骑着马有说有笑，恰好被李小红和李兰，李牧的堂姐看到。这个杂种怎么会跟一个上狼卫有说有笑的？还骑着一匹漂亮的战马，会不会是跟他爹有关？他爹当时为了家族征战没少杀深渊怪物，会不会是他认识镇渊军的军官，所以那军官照顾李牧？一定是了，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把马破利卖给他。只是这家伙哪来的那么多钱呢？据我所知，他根本没钱。管他呢，一会我们给家里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情况。走吧，先去挑一匹马。看来是我们多虑了，连李牧这种穷屌都可以在这买马，我们只要报出身份，估计他们会免费送我们1人1匹马吧。2人快步来到马场入口，还没靠近入口，就被2个卫兵拦了下来。站住！军区马场，学生远离。东城区李家。卫兵眉头微皱，疑惑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突然说这么5个字干嘛。听不明白，我们是东城区李家的人，我们来挑2匹马。军区战马不卖给社会人员，只能凭贡献值和功勋来换取。我弟弟是 S 级天赋李小豪，东城区李家你没听说过吗？哼，听说过，
抢别人 S 级天赋那个。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还敢这么说话，这分明就是不把我们李家放在眼里啊！怎么回事？难道李家的手还没伸到军区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李牧那个低等垃圾都能在这里买马，我们凭什么不能？不好意思，李牧的马也不是买的，而是军区送的。凭什么？哼，这倒没有向你们解释的必要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最后。几个士兵杀气四溢，李小红和李兰只好离开。这两个傻货，一口一个李家，夺了人家李牧的天赋，现在一口一个低等垃圾，实在是让人恼火。离开马场，李小红和李兰都是咬牙切齿。马德，到底为什么那个低等垃圾都能有军区战马？我只是想要个军区战马彰显一下身份，这么难吗？这件事必须告诉老太太。对，打电话。两人的信息传回李家的时候，李家恰巧在开家庭会议。那听刚才小兰的意思，李牧似乎和镇渊军的某个军官关系甚好，极有可能是之前老三的关系。老三当时很有些威名，和镇渊军走得很近，说不定是他的什么朋友，得知李牧是老三的儿子，所以给他些特殊照顾。哼，这李牧这2天跟个跳梁小丑似的，闹了半天就是仗着这点关系，故意让小红小兰看到，无非就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，这么快就奢望着能回李家。不过等我们小豪在这次深渊首战脱颖而出，到时候那风头不知道比李牧大多少倍，他想回家族来，他想屁吃。所有人都看向家主老太太，老太太思索片刻，眼下我们商业上发展的最快，但是政界似乎起色不大，很多人处于观望态度，就等着这次小豪深渊首战的表现了。若是我们能和军区的军官搭上关系，就可以在这次首战中动些手脚，保证我们小豪登上冠军，万无一失。依我看，不如先把李牧弄回来，用他做个跳板也好。妈，这可不行啊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，咱们可是说的死死的，这么便宜让他回来，我可不同意。再说了，我们小豪 S 级天赋，根本不用作弊。等小豪拿了名字，军方关系自然就打通了，根本用不着这李牧。行了，这件事你就别叨叨了，听妈的。李家现在蛋糕越来越大，李牧母子回来岂不是要分一块？行了，我知道你的担心，放心，我们只是答应李牧暂时回家族来，却没说重新纳入家谱，并没有分李家产业的机会。告诉他考察他1年表现，他自然会卖力表现。那还差不多，那就这样决定吧。给小红和小兰打电话，让他们俩一起去，告诉他们别对李牧太过分。我们现在挺需要军方这层关系的。深渊内军训区，一些学生围着李牧的黑马有些担心。李牧，你怎么灰头土脸的？没事吧？是啊，军官们为难你吧。李牧摇头。6点左右，学生们坐空轨列车回校。李牧坐列车时盘膝而坐，避免同学追问。李牧钻功法时感悟防御技龙吟绝响金钟罩升级版，护盾，吸收伤害，爆炸，反震和上品功法斩铁石压缩真气。蓄力攻击后，李牧体内能量澎湃，突破至黄阶2品，丹海变宽，经脉强韧。突破后，他用70战胜点中的50点点亮火眼金睛神通。火眼金睛发动时，看穿经脉之中真气运动走向，十分耗费真气。哦，这是金睛，这是炼丹炉里3昧真火烧出来的那个吗？不纯日向家族把眼吗？我勒个低配盗版大圣啊！金银铜铁锡，你不如叫火眼吸睛。不过显然，火眼金睛也是需要用战胜点升级的。下面有类似技能树一样的分支，这种技能树，丹山树和神兵树就没有。李牧随意看了几个可以解锁的分支，少量减少耗费的真气量，模糊看破对手防御薄弱位置，少量增加视觉幻境的抗性，增强一些夜视功能。这些分支最少的也要几十点，越往下越贵。李牧将剩下的20战胜点直接加给了神兵术。消耗20战胜点，强化神兵术成功。神兵术为武器赋予重量，当前为70斤。李牧睁开眼，同学们都震惊地看着李牧。就在几分钟前，李牧身上能量爆棚，白光耀眼。坐着车就突破了，而且距离深渊首战还有2天，就这么随便突破了，我勒个口是圣体啊！一群同学再次把李牧围了起来。李牧起身，大家快坐，磕头就不用了，每个人送点礼物就行了。大哥，你要不要突破的这么简单？搞得我觉得自己也行了。卡了好长时间了，恰巧有契机而已。那你现在是2品了。见李牧点头，所有人脸上都露出怪异表情。你们怎么了？恭喜你啊！其他学校挖你的时候，记得多给你自己要点好处。萧灵童说完，同学们默默坐回座位，认为李牧这2天会被挖走。李牧没有解释什么。很快，列车到站，李牧回到了黑水高校。
学校广场上，一排排课桌上摆满食物，学生们正在布置现场。这是咱们学校举办的晚宴，专门犒劳咱们这些军训回来的新生。校长说咱们在深渊肯定吃不好，晚上回来要给大补一下，要连着办3天呢。咱们高校虽然资源差些，但校风其实挺好的。萧灵童说完之后，叹了口气。李牧点头跟着萧灵童。李牧顺着人群迎面走来，校长尹长明和众位校领导一起迎接新生。学籍部老马一指，哎，就是他，那小子就是李牧。老马认出了李牧，李牧笑了笑，迎了上去。李小子，你可把我害苦了，我还以为你拿了我的奖励跑了呢。各位领导，实在对不起，领取了功法我就等不及去世了，没来得及报道。这位是我们黑水的校长尹长明，这位就是你的班主任赵金山。李牧恭敬见礼，尹长明微笑点头。你是2品。刚才在列车上的时候突破的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当然其他学校的人也都看见了。听完，所有校领导都吃了一惊，他们已经知道了李牧是 F 级天赋，可现在居然到了2品，这是何等的天资！卡在1品瓶颈很久了，也该突破了。好，英雄出少年，走吧，先进去吃口东西。尹长明虽然满眼赞许之色，但略带着一丝叹息，都认为他根本不属于黑水高校，很快就会被挖走。李牧谢过校长，正要走进学校去吃火锅，身后便传来一个刺耳的笑声。哎呀，尹校长，好久不见啊！来人正是金华高校的招生办主任孙彤。金华高校是个比腾龙高校排名还高一些的学校。孙彤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拯救人才的。你好啊，李牧，我是金华高校的招生主任。听说你刚刚突破了黄歇2品境，金华高校愿意给你一席之地，你只要来，便是个2级荣耀学生。孙彤，过分了吧？我黑水高校是不如你，但你挖人也得有挖人的态度吧？2级荣耀学生，你连些资源都不给他，若是这样，我黑水高校倾家荡产也要与你争一争。资源？呵呵呵，我金华高校乃是东城区第1梯队，2级荣耀学生的影响力还比不上一些资源，你跟我争，凭什么？若是李牧将来表现良好，也未尝不能得到些资源。再说了，李牧 S 级天赋被夺，又被逐出李家，除了我金华高校，估计没几个学校真的愿意要你。哈哈哈，走吧，李牧。尹长明被气得低头无语，身子微微颤抖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李牧。现在真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学校都敢自称第1梯队，可笑！所有人都震惊地看向李牧。你说什么？当着我们校领导的面抢人，你有失误这体面，说明你这人毫无底线。你们学校派你这么个烂蒜过来，拿这个自以为香饽饽的烂蒜头衔，就想敷衍我，说明你们自以为是。你既知道我 F 级天赋，却又看不出我以 F 级天赋突破2品的含金量，说明你鼠目寸光。自你这等毫无底线、自以为是、鼠目寸光的货色，也配当我李牧的师长？在场所有人大脑都陷入一片空白，尤其是那些学生们。旷，太旷了！你们学校瞧不起我，瞧不起我的学校，那你这自以为强大的学校，在我眼里狗屎一般。李牧是真不怕得罪金华高校。你说什么？尹长明和赵青山同时踏前一步，挡在李牧面前。一个被李家废除出来的废物，真以为一个黑水高校保得住你？孙彤，我警告你，你我学校之间的事，咱们明争明斗。你要是想私下里搞小动作搞我的学生，我一定跟你杠到底。尹长明，说这些废话没用。李牧，你恐怕不知道我金华高校为什么走到今天吧？听清楚了，10天之内我不把你学籍弄掉，我就不姓孙。等你脱离了学校，看我怎么好好折磨你。还有你，尹长明，咱们走着瞧。你居然有这么大本事！哼，小子，你不用给我嬉皮笑脸的，有你哭的时候，你不是喜欢狂吗？我希望你能一直狂下去。长街上响起马嘶声，所有人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。10几个镇渊军骑着战马狂奔而来，领头的是少郎卫，飞奔到黑水高校门口，翻身下马。少郎卫部来到李牧面前。李牧同学，宋部长和徐教授有请，要是相杀，由我护送您前往深渊。请校长，我去一趟。尹长明等人早已经吓得目瞪口呆，这可是一名少郎卫啊！虽然只是底层军官，但是镇渊军的军官哪怕是最底层，门槛也极高。这一群人刚才说什么？什么教授，什么部长，要请李牧前去商议要事。好好好，快去快去，大事要紧。李牧掏出马牌一抖，摇鼓腾跃而出。我骑马跟着你。哈，难不成这小子已经提前加入预备役了？那徐教授等人请他倒是合理了。等会哪里合理了？这小子简直妖孽好吗？李牧翻身上马，看了一眼满脸懵逼的孙彤。孙主任，这李牧怎么会和军区有关系啊？竟然有一位少郎卫来接他，难道是他父亲以前的关系？他用眼神请求李牧，希望他千万不要提刚才的事，最好是去了深渊也别提这件事，否则的话，李牧稍微煽动一下，导致镇渊军区对金华高校有了坏印象，影响了下一步金华高校向军方发展的计划。
你们金华高校想往死里搞我，那就冲我自己来，不要打我们高校的主意，拜托了。说完，孙彤恨不得蹦起来去捂住李牧的嘴。那少郎卫和其他军兵听完，齐齐看向孙彤。什么人吃了狼心狗胆，居然敢往死里搞军区大佬都要宴请的人？孙彤脸上异常难看，差点要哭出来。随后少郎卫带着李牧疾驰而去。尹长明看了孙彤一眼，故意咳嗽了一声，吓得孙彤双腿一软，原地坐倒在地上。你不是很狂吗？这回踢到的可不是铁板，是绞肉机。孙彤在原地站了许久，助手小声提醒：“主任，咱们走吧。”走。孙彤对身边的几个人咬牙道：“你们几个把嘴巴全都给我闭紧了，今天的事回去之后绝对不能说。”深渊之中，李牧跟随少郎卫来到了功法研究部。功法部中的一个单间摆上了专门吃饭的圆桌。李牧进了屋，都是熟面孔。秦战也将李牧拉进屋，关好了房门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还叫你过来，没耽误你的事情吧？没有。哎，李牧，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军区的副指挥官王龙成。李牧一惊，赶忙进了一个骑士里。来，快坐吧。王龙成脸色微变，身子微微一震，随后又恢复如常。李牧随即发动了火眼金睛，朝着王龙成身上扫去，瞳孔一缩，看穿了王龙成体内的经脉。2条经脉被相互调换，王龙成自己感觉不出来吗？李牧能够感觉到他的强大，至少也是黄阶9品。而最邪门的是2条经脉被调换，当他收回目光的时候，却看到王龙成正看着自己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的瞳术能量分明就是在内视自己的身体，而且他不偏不倚，就凝视在自己的背部，那里发生过什么，只有自己最是清楚。难道说这小子能看到自己的隐患？王龙成没有拆穿他，而是笑着说道：“真是英雄出少年啊！听说你的流云6阵连秦教习都吃了亏。”是秦教习让着我，一时大意罢了。你小子现在倒挺有礼貌了，你朝我要奖励的时候那火劲呢？怎么熄火了？对了，领导，我还没给你上报呢。这小子的奖励我给了2部上品功法，精品灵宝，武器各1件，还有1匹特品战马，从老周那弄的。秦战也一指老周，一旁的老周吓得差点没站起来，赶忙摆出一脸笑意。秦战也这是趁机跟自己报账呢，奖励李牧的这些东西，他们都是要上报的，自己正好负责这一块。今天自己知道了，他们也就不用打申请了。行了，奖励都没问题，关键是功勋。宋部长、徐教授、功法部的众位老师对流云5阵的理解如何啊？王龙成向徐教授、宋部长2人问道。王指挥放心，流云5阵大家正在加紧交流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新的流云5阵出炉。定位依然是凡品功法，只是修炼难度必然会增大一些，领悟力差些的，起码也能用到流云4阵。哦，我们军区有近12000人，枪棍武者能用到流云5阵的，起码有3000人往上。若枪棍武者的死亡率有所下降，这流云5阵的含金量可是会持续上升的啊！吃完了饭，李牧告辞要回地面。我正好也要回趟家，我送你一程。你看出什么了？王副指挥官，这里受过伤。对，其中有2条经脉交错在了一起，真气接连相撞。至于为什么会影响肺部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你能看清楚是哪2条经脉？勉强吧。再看一遍。李牧点点头，只好发动火眼金睛。就在这里。王龙成闷哼一声，那2条经脉竟然咔嚓一声在王龙成的体内炸开。卧槽！李牧吓得整个人向后撞在车门上，他还以为是自己给人家看爆炸了。现在看看还有没有？李牧骇然看去，那2条经脉已经消失。自炸经脉，这也太狠了！没了。王龙成呼出一口气，现在病患已除，便可以冲击玄阶了。深渊首战有信心吗？有。首战时务必小心一点，首战结束之后来家里坐坐。好。李牧赶忙应下，和王龙成也是建立好了关系。深渊首战当日早8点，堡垒广场人山人海，大厅内有特殊屏幕与计分板，深渊内学生已集结。圣龙武校有2大天骄，陆晨风 S 级天赋，觉醒即破2品且升至2品后期，天资与天赋双强于李小豪 S 级天赋1品后期，因掠夺天赋背景风评差。秦战也骑怪血战马到传送区做战前动员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所有人不得前往地图上没有标识的区域，地图上只要你们能看到的区域都是专门经过清理的。遇到你们没有在怪物图鉴里接触过的怪物，尽快逃离。发现任何可疑的传送门、山洞、地洞、能量体之类的东西，立即上报，迅速撤离。现在按照你们分好的队伍，携手进入那边的传送门。祝大家凯旋！踏入了传送门，每个人都有身后的无人机，可以将画面传回多媒体大厅。只有杀怪的积分排名前列才有资格进入屏幕的视线。每一种怪物，教育部都按照其能量估算出了积分，杀死怪物会自动计算积分。而画面中的李小豪手提一杆长枪，身后还有4个2品武者队友。李小豪的 S 级天赋天雷动，长枪1米，枪身上噼啪的雷光缭绕。
李家马老太太坐在多媒体大厅一角，笑着点了点头。小豪非常聪明啊，他知道现在自己一定会出现在大屏幕上，早点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气势，能够吸引更多目光。哼，那当然，我们小豪最不缺的就是脑子。李小豪的队友都皱眉看了他一眼。有病啊，都没遇到怪物，你真气没处用了。30多个学校，唯一垫底的学校便是黑水高校，进入深渊的人数是66人。姨妈，坏了，表哥他们学校进去的人是最少的。杨素英脸色发白，杨有荣瞪了儿子一眼。小兔崽子，滚蛋！我能看明白，你就告诉我怎么看你表哥的画面。妈，表哥现在没排名呢，这一共就21个画面，杀怪的积分排名第1，会出现在最大的主画面，后面的10名会出现在上面的10个副画面，前100名会出现在下面的10个副画面进行轮播。表哥要想出现在画面上，至少要先杀进前100名，现在一共是3700多人。妈呀，3700进100，这也太难了。多媒体大厅外，与黑水高校方阵邻近的几所学校学生毫不掩饰的大笑，让黑水高校学生感到无地自容。拷贝，小什么呢？你们学校要全是一品，你试试。看看见吧，黑水高校年年当小丑，不差我们1年。就是，去年更丢人，就40几个。多媒体大厅2楼，尹长明正尴尬地接受众人调侃。行啊，老尹，这战术挺溜啊。还得是老尹厉害啊，懂得保存实力。深渊首战死亡率那么高，老尹爱学生如此，怎么舍得让他们冒险呢？尹长明来到东城区教育部一位官员身边。薛科长，我刚托人弄出一盒好烟，您赏个脸给品鉴一下。尹长明掏出一盒烟递到薛科面前，老薛笑着抽出一根。哎呦，老尹呐，这烟可不好搞啊，我确实得尝尝。您看得上就行，我是想向您解释一下，我们学校呢，之所以这次参加的人少，这个是我安排的失误。这倒不是说我们的学生素质过差，还希望您在副部长面前和资源部那边美言几句，千万别再砍我们的资源了。老尹呐，我们也算老相识了，我就不明白，你好好的锻造公司副总不干，跑来开个学校，你图什么呢？年年垫底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以你现在的后台，干不了，你要听我劝，收摊吧。尹长明陪笑点头，看向大屏幕上，老薛指了指主屏幕上一个背着长枪的少年。张志伟 S 级天赋金戈铁马，天花板级的攻杀天赋，你的学校要想崛起，至少要有一个这样的强者，而且还得是死心塌地跟着你，否则的话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尹长明看着那长枪少年。是啊，如果这等强者属于自己的学校，黑水高校才有崛起的可能。不过说到死心塌地，3天前还真有一个李牧，不仅升了2品境，也没被金华高校挖走。不过李牧改良功法固然天才，可是多少功法上的天才实战并不出众。如果就因为李牧升了2品，改良一个棍法，能够顶着 F 级天赋碾压式登顶，像张之伟等人一样耀眼，有些难为孩子了。有小队已经和怪物遭遇了。大屏幕上，一个4人小队遭遇了一只黄阶1品的怪物猪狼，小队手忙脚乱，勉强击杀这怪物，拿到了第1组分数，登上积分板。而李牧非常谨慎，他所在的区域是一个破败的城市，在他翻过一处矮墙后，脚下踩中碎骨头。李牧一愣，猛地转回身，矮墙之上2米长的怪物猪狼兴奋地盯着李牧。下一刻，这怪物从墙头一跃而下，朝李牧扑来。李牧轻轻一窜，躲开攻击，手中金花棒横扫而出。流云一震，猪腿挡住，接下李牧一棍将其弹开。李牧趁势后退半步，反身猛抽。流云2震，猪狼一条猪腿挡来，一棍子下去，这条猪腿应声砸碎。李牧顺势跟上，这一次李牧疯狂朝武器灌注真气。流云3震，叠加斩铁式。李牧一棒将狼头头骨砸碎，猪狼顿时怪叫翻了，腹部突然有一条猪腿破腹而出，朝着李牧飞斩而来。李牧眸光一凝，手中金花棒一挡，猪腿被金花棒直接撞断。李牧又是一棒子直接砸在蜘蛛头上，结果了猪狼的性命。得胜，获得战胜点加30。这一品的猪狼战胜点居然只比那红毛教官低一点，这说明那红毛教官也就跟这猪狼实力差不多。在这深渊之内，杀一个怪物就算是一次战胜，获取点数就快多了。李牧将这30点加到了神兵术上，消耗30战胜点，强化神兵术成功。神兵术为武器赋予重量，当前为100斤。李牧抖了抖披风，猪狼死后有无形能量流入披风，随后他快步向红色区域边缘移动，想碰2品初期怪物看看战胜点。多媒体大厅外，黑水高校的学生当场打起了扑克。咱们学校来就是凑热闹来的，要不是不允许提前离场，我这会已经在学校打坐了。我可不想当气氛桌。你们说李牧会不会脱颖而出？他不是突破2品了吗？
他是咱们学校唯一的2品，但不是所有学校的。浙江这4000人里，有手一半都是2品，哪那么容易啊？等会，学生们盯着大厅内的屏幕。那个穿披风的是李牧吗？佳琪，快看看，那个是不是你表哥？是。大姨，你快看，表哥上榜了，这说明他杀进了前100啊！我表哥太牛逼了。而杨素英却是脸色发白。姐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木头一个人？他的队友呢？不会是死光了吧？别人都在庆祝李牧杀进前100，只有他在担心自己的孩子无人照应，独自面对深渊怪物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猎杀，李牧的神兵数提升到了240斤。得胜，获得战胜点加36，当前总战胜点161。李牧打开系统面板，解锁了150点的定身术。定身术海一生定，将目标敌人定在原地0.5秒，耗费自身10%的真气值，术法回转时间1分钟。神马1/10的真气值，定时下就直接把自己抽干了，还有冷却时间。往下看，技能树介绍有增加定身时间的，缩减真气消耗的，缩减冷却的，增加定身时击打伤害的等等。不管怎么说，只要是100%定在原地就行了。虽然是0.5秒，但关键时候是足以扭转战局的。而且要想增强神通，玩命刷战胜点就行了。走，直接进红色区域。字幕画面积分板上，第1名张之维，第2名陆晨风，第11名李牧1496分。黑水高校全校师生都愣住，太违和了。如果说初期刚刚开始积分，你凭借运气，若是能杀1-2只怪，能很快就能上积分榜前10。可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开战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，黑水学校单人前11名。我眼是不是花了？那是李牧吧？没错，李牧也是一个人，全场好像只有他们3个人是单独作战吧？管他那么多，黑水牛逼，李牧大爹，给我冲！黑水学校学生阵营轰然翻腾，此刻李牧就是黑水高校的希望曙光。大厅2楼，腾龙武校的校长张腾一直双手环抱。怎么会只有5-6个学生勉强挤进了前100？哎，这个李牧进前11了，老张，这是你们学校那个李牧吧？哪里？张腾顿时惊喜，很快就在11屏上找到了李牧。哈哈哈哈，对，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李牧，前几天被换天赋那个。哎呀，你别看他没了 S 天赋，我们从其他方面发掘他的天资，照样能把他培养成人才呀。张腾得意地看着周围的校长，全然没发现副校长已经满头冷汗。哎呦，老张教学有方啊，不过这李牧是不是穿错校服了呀？说完，众人都是一阵暗笑。张腾一愣，看向画面，顿时眉头大皱。李牧身上穿着披风，他刚才没注意看衣服，此时看去，李牧穿的分明是黑水学校的校服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李牧为何穿着黑水学校的校服？而且张腾看向计分板，李牧的名字后面写的是黑水高校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张腾看向黑水高校校长尹长明，尹长明眉头大皱。行啊，老尹，你这不是有不错的学生吗？只要能保住前10的位置，多在领导们面前露露脸，你今天谁都不用求。李牧被人换成了 F 级天赋啊，还是单人行动，他前边那些怪物是怎么杀的？而在李家的一角，李家的众人皱紧了眉头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废物怎么进了前11？不得不承认，李牧从他父亲那里倒也继承了一些天资。他父母不也都是废物坯子，有个狗屁天资，要我说就是狗运。他打小红那1巴掌我还没找他算账，等他出来，我必须让他跪在小红面前还回来。李小豪的队伍也出现在了大屏幕上，排名第9。好，儿子好棒。一旁的二叔却笑不出来。李小豪如果脱离这几个队员，独自面对怪物，恐怕连同级的怪物都难以战胜。再看第1名的张志伟，同样是用长枪，一个人一杆枪，遇到1品怪物基本都是秒杀，就算是遇到2品怪物，人家也是几个回合轻松斩杀。2楼，众位2部领导们对张志伟赞不绝口。好一个 S 级金戈铁马，不愧是顶级的攻杀天赋。是啊，这孩子不仅天赋好，枪法也是一流，天资不浅呐。第2名也不错，防御型 S 级天赋千仞铁，硬得跟一坨铁疙瘩一样。据说这小子对于强健体魄异常痴迷，修炼防御类功法1日千里，十分恐怖啊。第11名这个披风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从他上了屏幕，还没击杀怪物，暂时看不出来，就等他出手了。画面中的李牧打开手表查看地图，朝着红色区域前进，而将李牧开除的教导主任梁海却是咽了咽口水。
李牧是我亲手开除的，校长之后绝对会找我算账。如果李牧一直默默无闻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爬到了东城区第11名。如果李牧真就止步于此，那自己也勉强能有个交代。可李牧居然进入了红色区域，他只有2种结果：被2品怪物弄死，或者弄死2品怪物，名次继续攀升，展露锋芒。李牧，你最好是给我死在红色区域。当李牧踏入红色区域的时候，黑水高校学生再次沸腾。我操！红色区域，李牧大爹进红色区域了！硬气，超他奶奶的！今天出门前打死我也没想到，黑水校服会出现在红色区域。干！李牧加油！深渊中，李牧正在奔袭，前方斜刺里冲出一道巨大黑影，直奔李牧冲来。但是下一秒，只见李牧身前浮起一块金色护盾，那金皮蜈蚣猛咬在金色护盾上，护盾金光大放，轰然爆炸，强大爆炸波将金皮蜈蚣向后掀翻，让其失去平衡。李牧迎头跟上，斩铁式灌注金花棒，棍身隐隐放出青光。此时金皮蜈蚣勉强控制住身体，正要反击，金皮蜈蚣瞬间僵在原地，金花棒砸向金皮蜈蚣的脑袋，金皮蜈蚣的头上也陡然浮现一片金芒，去抵御李牧的金花棒。一声碎响，金花棒直接砸碎金芒，嵌进金皮蜈蚣的脑袋，金皮蜈蚣被秒杀。多媒体厅2楼大老区，教育部副部长和资源副部长猛然坐起。黑水高校的校长何在？在，领导，我是黑水校长尹长明。尹长明上前2步，来到资源副部长身前。来，快跟我说说这个学生的具体情况。我哪里了解李牧啊？就3天前见过一面。不对，这学生是我的，几位领导，这个李牧，他是我们腾龙高校的。所有人都朝尹长明看来。各位领导，实不相瞒，李牧确实是3天前转到我校的，此事我也并不知情哦。要不这样，您等我学籍部长叫上来。趁着尹长明打电话，张腾也跟着打起了电话。不一会，黑水的学籍部长、班主任以及腾龙高校和李牧相关的一众领导全部到场。李牧确实是3天前转学到我校的，是我亲自办的入学，且李牧有腾龙高校的开除证明。你放屁！见几位大佬瞪了他一眼，他意识到自己过激，又压低声音：李牧一直是我校学生，从未开除过，哪来的开除证明？分明是你等伪造证明，违规抢人。各位领导，此事必须严查。张腾的身后的教导主任和副校长已经脸色煞白，满头冷汗了。各位领导，校长，开除证明确实是我开的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开除李牧？李牧他重伤同学，拒不道歉，目无师长。我觉得学生最重要的还是品质，实力再强，品质太坏也有损校风。各位领导，我是李牧之前的班主任，梁主任所说的重伤同学，我知道情况。李牧曾经的堂姐是学生会长，以陪练之名安排李牧去和我校 A 级天赋者对战，那位 A 级天赋者重伤其他陪练，而李牧只是伤其面部，略施惩戒。梁主任却要求李牧去给那学生道歉，李牧不允，梁主任为显示手段，越过校长，直接将李牧开除。此时我当天下午还找副校长反映，副校长知情，却告诉我开除的好，我们学校应该维护 A 级天赋者，至于李牧并不重要，并且副校长说要连我一起开除。我说完了。翟龙退后半步，微微仰头，神色轻蔑。腾龙高校估计要辞退我了，可那又如何？开我学生还不给我说法，老子这口恶气必须出。全场鸦雀无声，刚才还以为逃过一劫的副校长，此时已经后槽牙都咬出血了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你揭发梁海，为什么要捎带上我？张校长，看来你有些管教不严呐，先继续关注首战吧，一切等首战结束后再讨论。张腾面色铁青，陪笑着点点头后退。多媒体大厅警报声滴滴响了2声，屏幕之上，4个小队成员正在缠斗一条强大的怪蟒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怪蟒的尾巴将一个舞者拍在地上，一口将其吞入腹中，几个小队成员被打散。屏幕内所有学生的科技手表都传出一位军官的命令：全体深渊首战学生注意，红色区域坐标358、4972，发现黄阶3品凶兽出没，此级别凶手不在考核范围内，所有人立刻远离，立刻远离。一大批小队正在红色区域快速撤退，唯独3个单枪匹马的身影朝着坐标位置开始奔袭，上方观战的所有人瞬间紧张起来。倒霉了，是3品凶兽怪尾蟒，强横的防御加上极快的速度，打不过，超不了。完了，这小队想跑都来不及了，要全军覆没了。怪蟒出战场，一个5人小队离得最近，仗着队伍里有4个2品武者，反而第一时间赶到了坐标点，和剩下的3个武者队员组成一个8人小队，开始力扛3品凶兽。打他7寸！
队长高高跃起，手中巨斧轰砸地面，地面隆隆震动片刻，一股气劲自怪蟒身下地面冲出，剧烈震荡。怪蟒的动作出现一瞬间迟滞，一个用剑和一个用短刀的武者飞身跃起，趁这瞬间杀向怪蟒7寸。两人攻击居然被鳞片弹飞，怪蟒巨尾猛地横扫，我来挡。一个武者猛地一跺脚，身体表面升起一层白雾护罩，用肩头硬抗怪蟒攻击，白雾护罩轰然破碎，这武者被整个抽飞出去，半空喷出一口老血。完了，现在跑都不好跑。武者来不及起身，怪蟒的尾巴高高举起，斜斩而下。正当这武者绝望之际，一道金色长枪虚影从天而降，瞬间洞穿巨蟒尾巴，将其狠狠钉在地面上。怪蟒剧烈挣扎，所有小队成员震惊向后看去，顿时有人惊呼：张之维！张之维手中长枪一抖，凝视怪蟒。走，这里交给我。众人大喜，于是纷纷跃起，以最快速度四散撤离。此时定住巨蟒身影的金色长枪虚影已经消散，怪蟒扭动身躯冲来，张之维手持长枪和巨蟒缠斗起来。多媒体大厅，众人都站了起来。不愧是东城天骄，竟能硬汉3品凶手，不落下风。 S 级天赋金戈铁马，名不虚传啊！不好，那是什么？一众大佬全都慌了。就在张之维和怪蟒战场右侧，出现了第二条怪蟒。这条怪蟒比第一条怪蟒还要巨大，至少是3品巅峰。张之维不料身侧突然冲来第二条怪蟒，怪蟒将张之维狠狠抽飞，张之维半空中便喷出一股血。一条怪蟒，张之维尚可一战，现在受伤，2条怪蟒绝无战胜的可能了。2条怪蟒同时进攻，地动山摇。张之维掏出一颗丹药咽下，在2道蟒尾之间翻滚躲闪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多媒体大厅炸开了锅。糟了，怎么会有2个？哪怕是张之维，也不可能有一战之力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教育副部长拿出电话，直接打到了下方深渊的驻军部，提醒他们派出救援队。深渊之中，张之维狼狈的闪躲。我来助你。张之维循声看去，竟然是崇明高校的陆晨风 S 级天赋千仞铁，此次首战第2个 S 级异能者。陆晨风埋头冲到张之维身边，王伟迎头砸下，陆晨风双臂高架，来得好！金铁交鸣声中，恐怖的碰撞劲风将地面清空出一片空地，烟尘漫天。帮我一下，出不来了。陆晨风再次挡下另一条怪蟒抽击，冲张之维大喊。陆晨风的双腿整个被钉进地面，直到膝盖。张之维大喊一声，护裆！长枪伸进陆晨风的双腿之间，向上猛挑。嘿，这可都护住！陆晨风被张之维挑出了地面，两人狼狈地滚出战圈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的呀。他防御力确实强，但消耗也大。那3品蟒他扛起来倒也不费劲，但是那3品巅峰巨蟒他扛不了多久。如果不能尽快击杀，我们都有危险。张之维飞身加入战团，很快找到机会，以弱一些的蟒为突破口。3枪虚点过后，一枪穿刺巨蟒的7寸，出枪瞬间，一道巨大的金枪虚影笼罩枪尖，恐怖气劲让空气剧烈震颤。一枪贯穿，巨蟒身子狂甩乱拧，发出一声声奇异的哀鸣。瞬间，那3品巅峰巨蟒双眼变得血红，气势轰然攀升。糟了，快走！张之维反身准备逃离，巨蟒的血盆大口却已张开，一股恐怖的吸力爆发而出，周遭空气肉眼可见的扭曲。陆晨风左右狠踏一脚，随后双手往地上猛插，张之维却是翻滚挣扎几下，被恐怖吸力吸得倒飞而起。巨蟒用蟒身卷住张之维，开！张之维身体金色光芒暴涨，奈何巨蟒绞杀之势已成，尽管全身鳞甲在张之维的金芒之下迅速割裂，血雾频频崩现。陆晨风想要支援，却被濒死的那条巨蟒疯狂乱抽。糟了，今天就要葬身在这里了吗？我不甘心。3品巅峰巨蟒张开血盆大口，朝着张之维一口咬下。临死瞬间，张之维看见自己的正前方，李牧骑马奔腾而来，随后在黑马身上站起，脚踩马头，身体压低，如炮弹般射出，直奔目标。半空中铁棒横扫向对方脑袋。低头，张之维猛地一低头，李牧金花棒猛砸在巨蟒身上，金花棒砸碎巨蟒鳞片，凹陷进去，鲜血崩现。随后金花棒被弹开，张之维猛地抓住金花棒，将他从蟒身上狠狠拽了出来。李牧攥紧金花棒，将张之维拔了出来，两人倒飞出数米远，和巨蟒拉开距离。接着，陆晨风将枪扔过来，张之维伸手攥住长枪。能扎穿这条大的吗？李牧朝张之维问道。能。动手，我供他，你拖住另一条。张之维点头向后翻出2米，2下连踩矮墙，整个人窜上高空，随后整个人短暂滞空，一道金芒从他身上散发出来。张之维高高扬起手中长枪，李牧抡起手中铁棒，迎着3品巅峰巨蟒而上。陆晨风应了一声，以一己之力顶住了另一条巨蟒前来捣乱。巨蟒快要和李牧撞上的身形陡然一扭，巨蟒僵在原地。死！张之维同时出手，长枪掷出，巨大的金色枪影包裹着他的长枪，刹那间洞穿巨蟒，将3品巨蟒钉在地上。李牧从冲过来的时候便开始积攒斩铁石，此时举到半空的金花棒青光爆闪，嗡嗡乱颤，金花棒带着恐怖的风啸之声坠下，空间似乎都在哀鸣。
300斤的满蓄斩铁式直接砸在巨蟒的头上，巨蟒头颅当场碎裂。李牧也难以承受这一击的反震之力，右手虎口鲜血崩现，另一条濒死巨蟒气力渐弱。陆晨风扣住其尾部伤口，拖着蟒身满地跑，巨蟒7寸伤口鲜血在地上画圈。李牧趁机追上，一棍砸碎3品巨蟒脑袋。张之伟捂胳膊跌坐，陆晨风累得平躺扭喘，李牧蹲地喘息，撕下布条包裹右手虎口，整条右臂因剧痛颤抖。得胜，获得战胜点加310，得胜，获得战胜点加167，一下400多点，果然还是沙月街凶兽给的多。计分板上，李牧的杀怪积分瞬间蹿升至第1名，比张之维多了400点，比陆晨风多了1000点。多媒体大厅内外，黑水高校、崇明高校、圣龙武校3方阵营全都炸开了锅，牛逼2字的破音呐喊响成一片。表哥牛逼！杨素英也用手捂着嘴，喜极而泣。此时主画面仍对准李牧3人，而副画面却对准了传送回安全区域的李小豪。李小豪正看着自己积分板，团队排名第7，个人排名第31。李小豪面色难看，而当看到个人和团队排名第1都是李牧时，他跳起来破口大骂，气急败坏的样子被多媒体大厅所有人看见，众人纷纷摇头。李家众人的脸黑如锅底，该死，该死！为什么第1不是我们小豪？该死的李牧，抢我们小豪的第1，无耻，无耻！既然李小豪已经失败，那么只要把李牧招回来，那就还有希望。大勇，一会找机会拦住李牧，我亲自邀请他回李家。妈，不可啊！怎么能让您屈尊亲自去邀请李牧回李家？他何德何能啊？闭嘴！小红他们邀请他不肯回来，这李家除了我亲自出马，你觉得谁还有用？没想到自己也有需要向李牧屈尊开口的一天。战场之内，李牧3人对视一眼，李牧看向张之维，哎，连句谢谢都不会说，大恩不言谢，救命之恩我记着了。那倒不必，说句谢谢，算你报恩了。两位，现在好像不是闲聊的时候。李牧身后远处烟尘四起，而那烟尘之中，无数怪蟒扭动着身躯团聚而来。好像都是2品的蟒，估计是3品蟒临死前触发了什么警报。科技手表再次响起军官的声音。李牧、张之伟、陆晨风，我们的救援队正在迅速接近你们，向黄色区域方向撤离，与我们的救援队会合。手表声音一落，李牧再次一抖马牌，唤出摇鼓。张之维也有马牌，挥手间一匹雪白战马跃空而出。张之维翻身上马，冲着陆晨风喊了一声：“快上马！”不用不用，我跟你们赛赛。1人2马，冲向了唯一没有怪物包围的缺口，穿过怪蟒的包围圈，朝着黄色区域绝尘而去。科技手表传出公告，公告连播了3遍。所有学生注意，考核区域出现异常情况，首站考核已结束，所有学生立即回城。奔出几里地，李牧3人就看到了迎面而来的一排救援队，个个轻刀快马，高速奔袭，身穿着镇渊军装。之后3人又奔行了几十里，才停了下来。镇渊军指挥大厅，王龙城和秦战野看着画面中的李牧几人，同时露出会心微笑。天才是盖不住的。在一处空地停下，张之维收回战马，陆晨风坐在地上扭喘着，掏出回城时冲2人挥了挥。哎，用我的，稍等我一会，一起回。趁着法阵启动，陆晨风看向李牧：“李牧兄弟，求你个事了，能不能给我一棍子？嘿嘿嘿，就一棍，看看是你的棍子硬还是我的防御硬。”早听说陆晨风是个战斗狂，尤其是对于锤炼自己的身体异常痴迷，同阶乃至越阶武者基本没人破得了他的防御。就用你刚才那一棍的强度，快来，我等不及了。陆晨风，我劝你3思，有机会再说吧，现在没兴趣。深渊首战里是禁止学生内斗的，真把他打伤了，那还麻烦了。哎，别，兄弟，你何必这么吝啬呢？连一棍都不肯施舍给我吗？你真的有够奇怪啊！他的手受伤了，你没看到吗？想比，起码等他好了。张之维指了指李牧受伤的右手。哦，对，我没注意。行，那就以后再说。李牧摇了摇头，率先走进了传送阵。传送阵已经开启，2人随后跟上。3人回到进入传送门的那个广场，大批的学生聚集在此，无数人朝着李牧3人投来艳羡的目光。多媒体大厅热闹非凡，计分板上东城区深渊首战第1名李牧，黑水高校。人群之中，李小豪双目带火地瞪着李牧，明明自己才是那个 S 级天赋拥有者，为什么还是不如李牧？乘坐电梯返回堡垒广场，广场上响起黑水学生的欢呼声。黑水高校见到李牧出来，瞬间沸腾。李牧，
李牧捂着耳朵走出人群，便被黑水高校的学生们瞬间捧起，高高的扔向半空。今天之前，没人指望自己学校能拿第一，被教育部和资源部关注。现在这一刻，李牧就是黑水高校的英雄。同学们将李牧放下来，尹长明笑着对李牧说道：“走吧，教育部和资源部的领导想要见一见你。”李牧便拿出电话给老妈发了个短信，随后跟着尹长明进了多媒体大厅。大厅2楼，大佬们聚在一起交谈。李牧一看到腾龙高校的众人，就猜到了是什么事，看了梁海一眼。梁海此时冷汗涔涔。李牧，这位是资源部副部长，这位是教育部副部长。资源副部长上前拍了拍李牧的肩膀，不错，你这实力可是让我大开眼界啊。不过我有一个小问题要问你啊。部长请问。这位张腾校长说你之前是在他们腾龙高校，对吗？是。李牧，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你说你在腾龙，我有没有亏待过你？你有事为什么不找我呢？是啊，李牧啊，你看你这孩子气性也实在是大。我承认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，但是我毕竟是个老师嘛，哎呀，要顾及那点老师的脸面，所以就对你就凶了一点。你理解一下主任好不好？不要任性了，赶紧回咱们学校吧。梁海不断地冲李牧使着眼色，教育副部长轻斥一声，他看着李牧微笑，没事，你如实说。李牧拿出手机，打开一段视频，递给资源副部长。这件事我也不好说清楚，不过我有录像。其他人也都凑近了，好奇观看。他一听里面的声音，梁海瞬间就明白了，这是开除李牧的时候的录像。该死，这李牧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录像？这谁能想到？你录这个干嘛？梁海两眼一黑，双腿发软。视频里面，梁海怒喝声就接连传来。李牧，你知道你和孙龙的价值差距吗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高3、9班。李牧，档案给我拿出来，开除，不用上报。我梁海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？我说开除。现在斜对面黑水高校招人都快招疯了，什么货色都收得下。黑水高校的校领导们就齐齐朝梁海投去感激的目光。合着李牧来我们黑水，还是您给提议的呀？当张腾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把梁海活撕了的心都有了。王八蛋，你不会是黑水高校派来我们学校卧底的吧？总要为自己做的选择付出代价，这节课够生动吗？生动啊，真是太生动了。要不是手里的手机是别人的，我早把手机扔你脸上了。当面贬低学生价值也就算了，关键是你已经做出选择，现在又有什么脸往回拉人家？李牧啊，你怎么选择？告诉我，我替你做主。虽然我只来黑水高校4天，但我现在仅会的一个攻杀功法就是黑水高校给的，还给了我1万块的现金，让我好备战军训和首战，能有一点成绩，离不开黑水高校的支持，所以我选择留在黑水高校。张腾脸都白了。张校长，凡是觉醒天赋的学生，免费发放1套反品攻杀功法，这是硬性规定，你不会是没有发给李牧吧？李牧当时觉醒了 S 天赋，我们本来是要隆重给他准备2个上品功法的，但是后来他换了天赋，我们一时就不打算给了，对吧？张腾，你好大的狗胆，这笔账我必定好好跟你算。张腾两眼一黑，当场失去意识，向后一倒，被一众校领导接住。2位部长冷哼一声，带着身边人离开了多媒体大厅。广场上，资源副部长又多勉励了李牧几句，便登车离开。黑水高校的一众领导则是长长的舒了口气。黑水高校垫底多年，深渊首战前赚来个李牧，军训前升到2品进，还赢了2大 S 级天骄拿第一。清华和腾龙高校来挖人都没挖走，这简直是老天爷心疼黑水高校，送了个这么厉害的小子来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我家里人在那边，我先过去了。好，应该的，快去，明天可别忘了上午开校联欢会，你可是主角啊。知道了。李牧一路小跑到了杨素英面前。妈，跟你说了，不用担心吧？杨素英点点头，伸手捏了捏李牧的脸。不担心，我儿子厉害着呢。表哥，你骗人！你竟然有怪血战马，你不告诉我。儿子，这战马是你买的，还是加入了镇元军预备役发的？妈，你反对我加入镇元军吗？不反对，走你想走的路，妈不掺和。其实说起来，你爸当年就想加入镇渊军，但是李家不允许，他们目光短浅，觉得你爸探索深渊的收益可能会有一部分充公，为了那眼前的利益，耽误了你爸的前途，也害了他的性命。李牧记忆里，父亲李千锋为李家拼命，打下家族基础，但李千锋太优秀，让李家很快崛起。外人都说李家全靠他撑着，其他人都是废物。从这以后，李家人都恨上了李牧母子。明面上，他们靠李千锋的名声和深渊带来的收益壮大产业，可李千锋一死，就把李牧母子当成眼中钉。马老太太一直偏向二儿子，把三儿子李千锋当牲口使唤。没人知道他为啥这么狠，李家也因为这事常被人指责。你老爸当时如果要是加入镇渊军，恐怕也是一名军官了，命运也会改变。杨素英脸色一变，看着李牧身后的方向。李牧转身看去，马老太太带领李家走了过来，
个个面色俱傲，尤其是二婶看向李牧的眼神十分阴厉。马老太太走到李牧跟前不远站定，双手搭在拐杖上面。李牧，你瞎了是吗？看见奶奶还不过来见礼？马老太太一伸手阻止了二婶。李牧，过来，让奶奶看看受伤没有。李牧看着他，嘴角勾起。啧，真是奇观呐。李牧，你什么意思？马老太太再次伸手拦住他，深吸一口气。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是有些不舒服，我这些天一直在回想，你好歹也是我李家的血脉，流落在外，总觉得不妥。前2天叫小红和小兰邀你回李家，你不允，今天我亲自跟你说一声，孩子，回来吧。李牧看向李小红和李兰，李小红和李兰二人汗流浃背。突然意识到李家好像不能只凭借一个李小豪崛起了，想利用我当踏脚石，打通军方的关系。记住你们今天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，这是你们今后能体验到的最轻松的感觉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李牧将是李家不死不休的噩梦。李家众人顿时大怒，尤其是马老太太，气得浑身都开始哆嗦。好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！怪外人都说整个李家都是我父亲之称，李家其余人皆是酒囊饭袋。我看到你这个废物就想笑，40好几的人了，黄阶3品修为，你脑子里装的怕不是屎，除了大呼小叫，我没见你有别的本事。你但凡有一丁点男儿血性，现在就出手教训我，我李牧还能正眼瞧你，不敢就抱着脑袋滚开，别在这狗叫。李牧，你找死！大伯上前朝李牧胸口一拳轰了过来。别动手！李牧就是故意要激他出手的，这根本就是李牧的一个阳谋。马老太太平时最重算计，瞬间就想通了李牧的打算，只可惜为时已晚。话见到李大勇出手，李牧嘴角勾起笑意，他猛地一跺脚，身前浮起一个金色护盾，李大勇一拳轰在护盾上，但是护盾却是纹丝未动。李牧不由嗤笑一声，李大勇被反震的向后退，紧接着一根铁棒当头砸下，李大勇双手猛地一夹，一双小臂变成木质颜色，硬生生挡下李牧的攻击，但双腿却无法支撑，轰然跪倒，膝盖咔的一声砸碎了地面的青砖，喊嚎声中直挺挺地跪在李牧的身前。李牧手持金花棒压着李大勇，傲然而立，满眼蔑视。住手！广场上执法司人员第一时间赶来，李牧用手一挑，收回金花棒，嘴角全是笑意。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你们怎么回事？谁先动的手？李家众人指着李牧告状。抓他！他妈的就是他打人，我丈夫都被他打倒在地上了，你瞎吗？这个李牧打人，赶紧给我把他抓起来！李家人彻底暴怒了，马老太太怎么拦都拦不住。住口！我不瞎，刚才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是你们先动的手，人家属于正当防卫。我们是李家，看清楚，李家，我儿子可是 S 级天赋武者，你是哪个分部的？我认识你们部长。吵死了，全给我带回去！一声令下，10余位执法官上前将李家众人控制起来。冠军，你也先跟我们走一趟。好。李牧转身看向母亲，刚才打斗时，小姨夫把一大家子护在身后，见儿子要被带走，杨素英和杨有荣有点慌。李牧凑到两人耳边低声说了些话，之后李牧跟着执法官上了执法车，李家的人也被押上另外2辆执法车。马老太太因为年纪大，被执法队长留在原地。2辆车走后，看热闹的人渐渐散开，现场只剩杨素英、杨有荣一家子。杨有荣没好气的看向马老太太，今天李家这个跟头算是栽惨了。看什么，老废物！你大儿子孬种，二儿媳白眼狼，乖孙子是个 S 级天赋都救不了的废物，还有你那2蠢货孙女，一直冲我们小牧使眼色，傻子都能看出来，他们根本就没按你说的做。你的话在他们看来跟放屁也没什么区别，这些货色能集中在一个家族里，你可是居功至伟啊！有你在，李家早晚能扶摇直上，百世昌隆呢。马老太太气得脸色发白。你杨有荣则推着杨素英，拽着老公和俩孩子就走。哎呦，快走快走，这可是要暴毙了，别沾包！哎呀，会气死了。车上押送李牧的那个执法小队的队长正在打电话。对，是在广场上斗殴的。什么？为什么要转送到吉祥路分部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，小队长疑惑地看了一眼李牧，对开车的执法队员说：去吉祥路执法分部，李家招人了，你需要打电话的话，现在赶紧打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李牧下车的时候，李大勇众人也正被压下来。哼，你完了！从吉祥路分部里走出来几个吊儿郎当的执法队员，跟押送李牧的小队长交接了一下，押送车就很快离开。等什么？赶紧进去！一个执法队员上来推搡李牧。
只要进了这执法分部，不死也让你扒层皮。李牧看了那个执法队员一眼，嘿，还特么敢动我，到这还不老实？执法队员说着就要直接动手。一辆军车停在了执法4分部门前，军车副驾驶打开，一个冷面军官走了下来，拿出证件顶在了那执法队长的面前。李牧，我要带走。是，长官。这军官李牧认识，王龙城身边的那个副官，姓张。没受伤吧？没事。先上车。李牧钻进了车里，李家众人都看傻了，尤其是李牧的二婶，咬牙切齿。没想到李牧那死鬼老爹的关系居然这么硬，那军官在这种关键的时候也来接他，到底他们和李牧那死鬼爹是什么交情呢？那军官不会已经到了要为李牧报仇做主的程度了吧？这件事回去之后还真的好好的从长计议。刚才推搡李牧的那个执法员擦了擦冷汗，他们好像不是来抓人的，而是来请人的。今天接到的命令不是教训这个小子吗？为什么人家会有军车来接？这他妈不是找死吗？幸亏刚才自己没真的动手。张副官，什么事？喜事，指挥官正在办喜事，得到消息说你在广场和人起了冲突，叫我去接你。李牧点点头，拿出电话跟老妈杨素英说明了情况。很快汽车便到达一家高级酒店，张副官停好车，带着李牧进入酒店，直奔酒店的2楼大厅。各个桌上都坐着高官，李牧一眼发觉主桌王龙城气场强烈。王龙城竟然已经迈入了玄阶，突破玄阶，这确实是大喜事。王龙城笑着冲李牧招了招手，来，坐我这边来。恭喜王指挥官迈入玄阶。哈哈哈哈，坐下吧，你小子也不错嘛。军训那天上午还是1品，下午就突破2品了吗？这次首战登顶，实力更是有目共睹啊。对您来说，不过是小儿玩闹罢了。咦，小年纪怎么这么谦逊？你小子锋芒不是挺盛的吗？刚才你白阿姨还在念叨你这事呢。王龙城看向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女人，李牧看向女人，震惊道：居然是新闻上经常出现的铁手城东城区执法司总司长白铁威。现在看来，他应该就是王龙城的夫人，怪不得现场会有这么多执法部门的领导到场祝贺。闹了半天，他俩是2口子，人送外号铁手蔷薇，一介女流，能够执掌一个区的暴力机关。小木啊，上次的事，阿姨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你妈那边要是没什么事找你，你就先跟我回家坐坐。我好像是第一次见白铁威，何来上司？懂了，王龙城夫妇这是在帮自己。现场在座的其实多半都是白铁威的人马，王龙城的真正人脉在镇元军，说不定他在下面已经办过了庆祝酒宴。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王龙城将自己拽在身边，白铁威又是一副老熟人的聊天方式，这两夫妇摆明了是要给自己撑腰。估计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和李家正处于激烈冲突的阶段，所以才借着王龙城的酒宴帮自己一把。一切听从白阿姨的安排。白铁威点了点头。吉祥路执法分部长看到这一幕，出了一身的虚汗。就在半个小时前，他接到了李家的电话，说和李牧起了冲突，让他帮忙收拾李牧。他当即安排人去处理这件事，没想到李牧竟然被接到了这里，和自己的顶头上司有说有笑。得亏李牧没找自己麻烦，不然多少都得掉层皮。酒宴临近结束，王龙城和白铁威带着李牧先行离开。酒店离军属区不远，3人步行回去，之后才派人将李牧送走。李牧刚被送走，王家便走下来一名老者，这老者身上的气势比王龙城还要强得多。爸，眼前的老者正是他的岳父。对，您看这孩子如何？老者看着王龙城。龙城，先说说你的看法。爸，我看中这孩子有3点，首先他与我有恩，也非常干净；二来他悟性奇高，是个功法上的天才；三来以 F 级天赋登顶深渊首战，有勇有谋。此子的含金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高，成长起来是早晚的事，当然被天堂会盯上也是迟早的事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想要将他保护起来。这样的天才若是被天堂会染指，后果不堪想象。而如果李牧成长起来，绝对是人类阵营的一员猛将。一旁的白铁威深有同感的点了点头。确实，近年来天堂会已经越发猖狂了，对于优秀人才的迫害也越来越难以防范，更应该点对点的重视起来。两人都看着老者。天堂会是个全球性的邪恶组织，到处都有他们的人，从高层到底层，各行各业都可能混着。他们专门迫害有潜力的武者，抢深渊资源，目的不明，但很可能是在帮深渊削弱人类。我同意进入观察期。谢岳父大人。龙城，你能对我提出这种要求，看来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呀。好呀，正事说完了，你们2个不要碍眼，快走开，我要在这里等我的宝贝外孙女回来。老头挥手赶2人走。吉祥路执法分部的部长大人苦着脸上了车，好半晌他才出声：回分部。司机发动车朝分部开去。就在他生气的时候，李大勇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接通电话，哎呀，宋部长，可算是联系上您了，我刚才一直给您打电话都没打通啊。那个李牧的事出了些意外，没能留在吉祥路分部，您看能不能派人去他家里把他抓过来？我知道他现在住哪。
李大勇一说完，部长暴跳如雷。抓个屁！李大勇，我差点被你害死了，以后你们家的破事别再找我。宋部长狠狠按下挂机。李牧回到了铁匠铺，看到李牧没事，大伙也放心下来。哼，谅他们也不敢拿首战冠军怎么样？那些领导和媒体可都盯着呢。哎呀，我大外甥就是厉害，今天晚上吃超级大餐。走，姐，咱俩采购去。小姨拽着杨素英离开，陈佳琪和陈家峰围着李牧滋哇乱叫。哎呀，你们俩别老烦着你表哥，被你们吵得脑袋疼。爸，我找我表哥可是正事。表哥，我通用功法也是用长枪的，看完你的战斗，我都想用棍子了。你用棍子怎么比用枪还厉害啊？李牧起了逗逗两人的心思，从耳朵里一掏，金花棒出现在了手上。李牧来到打铁棚，将金花棒横放在2个铁台中间。来，把它拿起来。两人顿时冲了上去，只可惜两人伸手一拿，居然纹丝不动。咦呀，怎么会这么重啊？姐，一人一边，咱俩抬。两人互相对望，根本拿不起来。哎呦，大外甥，这武器是怎么回事？我来试试。小姨夫撸胳膊上前，老爸加油！小姨夫双手攥住金花棒一用力，手臂青筋暴起，金花棒就被他拿了起来，随后因太重又放了下去。这武器怎么会如此重啊？怪不得一棍子砸死那巨蟒了。大外甥，你平时将这东西放进耳朵里。李牧笑着点点头，上前接过金花棒，轻轻一甩，挽出一个棍花。表哥，演武！陈佳琪大喊着让李牧表演棍法。好。随后李牧踢飞金花棒，随后接入手中，施展了一套简化版的流云阵。李牧演武时打开系统，给神兵术逐步加重量。首战后他有488战胜点，投入88点后，神兵术重量达328斤，加武器重量共388斤。加到这个重量之后，李牧刚用出流云3阵，就感觉腰酸背疼腿抽筋，表弟表妹还在那欢呼，就看到李牧突然停下，一手拄着棍子，一手捂着腰，朝自己房间走去。表哥，你咋了？腰扭了。李牧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打开系统，李牧开始盘点自己的术法。五品天仙诀加深对所修功法50年的心得理解，使丹海宽阔，经脉强韧，更随心的发挥任意功法。富尔听将神兵藏于耳洞须弥处，无时无刻明悟修炼，速度为正常修炼速度1%。神兵术为武器赋予重量，当前为328斤。丹山术增加1虎3牛之气力。定身术喊一声定，将目标敌人定在原地0.5秒，耗费自身10%的真气值，术法回转时间1分钟。火眼金睛发动时，看穿经脉之中真气运动走向，十分耗费真气。定身术和火眼金睛这类术法提升高了自然是很强，但前期有一点也够用。李牧现在亟待提升的是自身的修为和体质，眼下只有2个方法，炼体功法、炼体丹药，所以李牧就将目光盯上了炼丹术。不过除了炼丹术，这系统里多了很多没听过的，比如这福田术、借酒生威、天坠神兵之类的术法。炼丹术价值100点战胜点，不贵，卖了。炼丹术按照丹方寻找原料，原料到位，仙丹即成，入系统丹方仅可系统炼制，寻常人拿去无用。李牧打开炼丹术，旗下是技能树，每个节点为一个丹方。此时只有体术里的丹方是亮的，次品淬骨丹。李牧显然不满意，又花了50战胜点解锁了这丹方下面的一个。下品固身丹，3品妖血钢莲。3品妖血倒不贵，一小瓶2-3千就行，单立买2种草桂，2万能买一小份，运气差3万都买不着。这么算下来，一颗丹药大概要5万，这下瓶固身丹是够用了，现在就差钱了。李牧看向战胜点，还剩下250点，李牧又将100点给了丹山术。消耗100战胜点，强化丹山术成功。丹山术增加2虎3牛之气力。李牧现在把神兵术加到500斤，用丹山术也能轻松挥得动。他把金花棒收进耳朵里，富尔汀的自动修炼效果开始启动，但1%的速度实在太慢，倒是把这富尔汀的效果给忽略了。梭哈，剩下的150点全都加到富尔汀上。消耗150战胜点，强化富尔汀成功。富尔汀将神兵藏于耳洞须弥处，无时无刻明悟修炼，速度为正常修炼速度6%。李牧强化一成功后，能明显感觉到精纯灵气往身上聚。武者修炼通常又枯燥又痛苦，不少强者会去深渊杀怪修炼，又快还能领悟东西，而李牧不用动就能自动修炼，但他的战胜点已用完，只能再进深渊杀怪，不够用啊，远远不够用。第二天早上，黑水高校门口围着许多媒体记者，李牧一来就被围住，还好有校领导护送下进了学校。不过有教育部授权的2个官方媒体要做冠军专访，主要问他修炼心得、感受和想感谢的人，为了激励其他学生。
场与此同时，在城市的某个饭馆里，翟龙正孤独地吃着饭，翟龙眼神黯淡，略显苍老。小饭馆墙上挂着的电视正在播放的就是对李牧的冠军专访。翟龙轻叹一口气，他的身上有不为人知的伤病，这导致他无法战斗，空有一身五品修为，也只能当个老师。但在深渊首战的多媒体大厅2楼，他被赐本校领导的事被所有学校看到，就算他没错，也没学校敢要。别人不知道他教学能力，却都知道他会被赐，而且他帮了李牧，李牧还不知道，纯属吃力不讨好。他想了想，在铁守城待不下去了，只能离开，去新城市才能继续当老师，工资勉强够他付医药费。翟龙再次看向电视，只见此时电视上的记者正询问李牧问题。李牧同学，据大家所知，你是军训前一天转到黑水高校，网上流传了你被腾龙开除的原因，大家都知道不是你的问题，但你对腾龙高校是否怀有感恩呢？没有，腾龙高校克扣学生资源，放任霸凌，校风混乱是事实。作为腾龙曾经的学生，我更应该站出来说这句话。如果要说感恩，我只感恩腾龙高校的一个人，那就是我曾经高3 9班的班主任翟龙老师。翟龙顿时僵住，眼中闪起光芒，看向屏幕中的李牧。翟龙老师是我接触过的最优秀的指导老师，他不仅在功法理解和实战演练上让我受益匪浅，更是为许多遭受不公的学生争取过资源，甚至拿出私人的钱来奖励他的优秀学生。我在深渊首战前2天突破2品，完全得益于近2年翟龙老师为我打下的坚实基础，没有他，就没有我李牧的实战成绩。此时的翟龙只感觉心在颤抖，他平等的爱护每一个自己的学生，对李牧的遭遇很是同情，所以给予更多照顾。没想到李牧被开除后还会认自己这个老师，而且还在媒体上提到自己。翟龙眼眶湿润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老板，再给我加个菜。黑水高校，李牧送走了记者后，哎呀，李牧啊，要不是你在采访中提起，我都忘了你提到的这个老师是不是平头、四方脸、浓眉大眼的？是啊，这个人啊，在多媒体大厅2楼替你说过话，当时那个梁海狡辩，是这位老师站出来作证，直接把梁海和那副校长的话全都戳破了。只不过呀，他没多会就离开了，我也把这事忘了跟你提。那就是说，翟老师可能已经离职了。尹长明点头，李牧心里一揪。你有没有这位老师的联系方式啊？他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你问问他愿不愿意来咱们学校任教。回头我问问吧。翟龙如果真的因为自己而失业，这个电话是一定会打的。只不过他已经给翟龙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，比当教师更好，到时候就看翟龙愿不愿意了。早在刚才采访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好消息等着你呢，你的首战冠军奖励刚才已经到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领。李牧特别兴奋，深渊首战冠军奖励有100万奖金、20立方储物戒指、1大瓶灵气原液、1套上品功法、5颗深渊回城石。这些东西个个值钱，光灵气原液和储物戒指个值至少6、7万，而且灵气原液还不好买，储物戒指也很实用。领完奖励，黑水高校开始联欢会。李牧心不在焉，参加完后就去药材市场，跑了3个市场，花了13、14万，才买齐2颗固身丹的原料。之后回学校练功房开房间，准备提升。李牧先喝了近200毫升的灵气原液，5品天仙诀立刻疯狂运转，并除杂念。运转天仙诀炼化灵气，修为居然达到了2品巅峰，快摸到3品瓶颈了。现在他觉得自己能单挑3品巅峰的巨蟒了。随后他拿出炼丹原料，发动系统炼丹术，原料消失，只剩些下脚料。系统随后吐出2颗黑乎乎的丹丸。下品固身丹乘2。李牧将2颗丹药扔进了嘴里，吃完之后他才看到丹药下面的说明。下品固身丹，排击重骨，强固肉身，短时间内元阳大盛，有猛猛壮阳之功效，少食易火大。完了。李牧浑身开始燥热，脑子里开始出现一些不太干净的东东。李牧全身的骨骼肌肉火热发痒，他猛地一攥拳头，不愧是固身丹，身体果然比之前硬得多。硬。等等，为什么要用这样奇怪的形容词？该死！李牧甩了甩脑袋，推开练功室的门，和一个女生撞了个满怀。一阵香味飘来，眼前人后退2步，紧张地看着李牧，是高3学生慧长林玉雅。那个李牧同学，我有事找你，怕打扰你修炼，正愁不知道怎么叫你呢，不好意思，差点撞到你。林玉雅羞涩地抿抿嘴。咦，李牧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抖什么？你很冷吗？你脸好红啊，发烧了吗？啊，快来人帮忙！李牧同学晕倒了。5分钟后，校医务室，一群同学围在医务室内，病床上躺着昏迷的李牧。华老师从李牧身上抬起手，手上的白色光芒也逐渐收敛。元阳冲撞，欲火攻心，没什么大碍。这小子火气太大了。华老师是什么意思啊？憋的。华老师双手往兜里一插，看着林玉雅。你们现在这些小情侣啊，可得注意。华老师叹气摇头的往外走。别管他，屁事没有，一会儿就醒了。小情侣憋的。
见周围的同学们都奇怪地看着自己。哎呀，老师怎么这么说话啊？羞死人了！你死远点啊！你都笑出声来了。哎呀，别闹了，先想想现在怎么办吧。那辆豪车要接李牧，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事吧？就直接告诉他们李牧晕倒了呗。不行，李牧晕倒的事没必要让外人知道，对他可能有影响。林玉雅拿出手机发了个短信。黑水高校大门外，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停在门口，车边还站着一个身穿圣龙武校校服的男学生。这男学生名叫猎狗，看了一眼时间，都10几分钟了，怎么这么慢？李牧是挂了吗？萧凌彤身后几个黑水的学生眉头一皱，你能不能把嘴放干净点？不是已经去给你叫了吗？10几分钟前，一辆豪车停在门口，车上人气势汹汹地让同学把李牧叫出来。萧凌彤以为是来挑事的，就叫了10几个同学一起出来，结果发现黑车里是圣龙武校的太子爷，对方说只是来接李牧，让把人叫出来就行。既然不是来打架的，萧凌彤怕耽误李牧的事，就给林玉雅打电话说明情况，让他找李牧出来。可过了10几分钟都没动静。你算老几？还让我说话干净？我不干净你能怎么的？萧凌彤等人惹不起，憋得满脸通红。再给你们3分钟。话刚说完，萧凌彤的手机响了。萧凌彤拿出来看了看，是林玉雅的发来的短信。李牧晕倒了，不知道啥时候醒。萧凌彤脸色微变。你们换时间来吧，李牧现在不在学校。猎狗2步上前，几乎贴着萧凌彤。你找事是吧？耍我呢？你别告诉我你没他电话，他没在学校，你不会打电话？萧凌彤脸色涨红，他暗暗咬牙忍受。我没他电话。卧槽！猎狗说着话撸袖子就要动手，黑车的后车窗却落了下来。猎狗，让他过来。黑车后座坐着圣龙武校的太子爷，猎狗狠狠掐着萧凌彤的脖子，把他压到车前面。太子爷突然伸手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的脸拽到车窗边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立刻让李牧滚到我面前。我现在心情还不错，如果我的好心情没了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太子爷，李牧来了。李牧从校门口走了出来，身后还跟着林玉雅等人。看到萧凌彤被人拽在黑车前，顿时都是眉头大皱。见李牧出来，太子爷放开萧凌彤，李牧走到黑车前，歪头朝车里看了看。找我？猎狗眉头大皱，指着刚才萧凌彤站的位置。站过来说话。哼，你是什么品种的猎狗？庞猎狗当即大怒，目光一明，快步朝李牧走了过来，伸手就朝李牧脸上扇。李牧笑得发血。就在猎狗伸手的一瞬间，李牧一巴掌朝着猎狗就扇了过去。猎狗又脸一麻，眼前一黑，整个人已经横着飞了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黑水高校的众人全都愣住。你说你惹谁不行，你惹他，他火气大的都快憋疯了。啧，不愧是首战冠军，脾气就是大。圣龙武校太子从车里走了下来，靠在车门上，看着李牧。萧凌彤来到李牧身前。他叫赵毅，是圣龙武校校长的儿子，人称圣龙太子。不错，你还有点见识。李牧，我本来是来接你去吃个饭的，你看现在闹得多难看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我也是用长枪的，来圣龙武校给我当私人陪练。没兴趣。别这么急着拒绝嘛。我知道你拿了首战冠军，有点膨胀，很正常。不过你很快就会意识到，这就是你的巅峰了。你的成长性只会和别人越拉越大，所以太拿自己当回事是很可悲的。有点道理，但还是没兴趣。那就没办法了。赵毅抬头看了一眼黑水高校的门头。我知道你想做鸡头，这个垫底学校拿你当宝贝，你也在幻想着靠自己的力量让这个破学校起死回生，享受那种不可或缺的成就感。不过有件事我可以跟你保证，如果你不打算当我的狗，这黑水高校的资源排名连东城区前10都进不去。你有这种能耐？我没有，但我姑父有。李牧走到赵毅身前，猛地伸手，一把攥住了他的头发，将他的脸揪到了自己面前。李牧，你真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。你是不是产生了一种错觉，拿个首战冠军，你就觉得你到了能和我抗衡的层次了？我真是替你悲哀。你好像也有一点错觉啊，太子，你觉得教育界是你们家说了算？你觉得我离开学校就会窒息而亡？你觉得我会为了黑水高校进不去资源前10，就向你跪地求饶？我想不出来啊，太子，我到底凭什么要怕你一个屁大点的官二代？你们家的官能奈我何啊？李牧抓着赵毅的脑袋来回晃了几下，赵毅气得浑身发抖，猛地挣开李牧。好，咱们走着瞧。赵毅坐回车后座，黑色豪车绝尘而去。黑水高校的众人心中震撼，这到底谁是反派？怎么感觉李牧竟然比那个太子还要嚣张？人家李牧这才叫快意恩仇啊，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啊，谁都不怕，更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圣龙武校的太子爷又怎么样？敢跟我大放厥词，照样薅着你。李牧不仅为自己撑了腰，也把赵毅的所有怒火拉到了他自己一个人身上，所以赵毅只会找李牧一个人麻烦。李牧回身上前揽着萧凌彤的肩膀，进了学校大门，其他学生紧紧跟上。你说，万一赵毅说的是真的怎么办？真的影响咱们学校的资源排名？
这就是尹校长需要担心的事了。来，祈祷他能度过这次难关吧。李牧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，让所有人当场石化。萧凌彤也是被逗得哈哈大笑。不管李牧是不是真的在乎，没有李牧，黑水高校排名动都不会动一下，就算是被影响了又如何呢？下午放学，李牧去了翟龙的住处。房门打开，蓬头垢面的翟龙僵在了门内。翟老师，李牧，以前的规矩还好用吗？我来蹭饭。翟龙摇头一笑，点头开门让李牧进来。屋子里正在收拾东西，大包小包的。老师，你要去哪？准备去大城市发展，林渊城。老师，有件事，我想请你帮我。我之前在镇元军的公法部改良过一个公法，后来公法部的部长跟我提起过，他们那边非常缺人手，我想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工资绝对是你当老师的好多倍，而且有编制，镇元军的医保肯定比上面要好一些，对你的病应该很有帮助的。翟龙欣慰一笑，伸手拍了拍李牧的肩膀。好了，不用劝了，老师去意已决。其实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城市了，我的病不是他们可以治的，只有我自己有方法。我这次去林渊城就是为了自己的病。什么时候走？7点的飞艇，还有1个半小时。那你得再请我吃一次饭。哈哈哈，好，咱俩喝点。还在楼下那家饭馆，你先收拾一下，我下去等你。李牧说完，扭头就跑了出去。这臭小子也不说帮自己收拾，不过也是这么大了，要是真哭了，让自己看到也不好看吗？师生吃喝一番后，李牧又送翟龙到了飞艇营地。翟龙上飞艇之前，笑着对李牧挥手：“有机会去林渊城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”李牧走上去，给了翟龙一个大大的拥抱。会的。翟龙拍拍李牧的后脑勺：“好孩子，回去吧，祝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”李牧点头，放开翟龙，退后几步。翟龙上了飞艇。飞艇上，翟龙伸手往口袋里一掏，掏出一张银行卡和纸条，纸条上写着银行卡的密码，还有一句祝老师病愈。翟龙双手捂住脸颊，泪水止不住流淌。傍晚，李牧半躺在床上，吃了2颗下平固参丹后，现在可是一点战胜点都没有了，而且5品天仙这已到2品巅峰，随时可能突破。去深渊厮杀还有可能直接突破到3品，如果能突破3品，神兵术至少能用到800斤。看来明天得去一趟深渊走走。正想着，杨素英敲响了房门。儿子，妈跟你商量个事，你也给妈出主意。啥事啊妈？咱们娘俩老在你小姨家住着，其实挺不合适的。我私下提过好几次搬出去，你小姨说啥都不干，我要给她点钱，她也不要，说我也在家里干活了，而且咱现在确实也没啥钱，所以妈在想啊，弄个小买卖，以后买菜做饭、能源费之类的钱咱们出，要不然时间长了，你小姨没事，但你小姨夫也可能有想法。杨素英看着李牧，听得直点头。哎，这会儿不嫌你妈唠叨了。嗨，我觉得老妈说的对。李牧撒娇一笑，拿出手机。妈，我还真忘了，没来得及跟你说，首战冠军的奖励下来了，有100万奖金，我花了10几万买药，给了我老师50万，还剩下37万，我留下7万，这30万你先拿着。李牧将钱转过去，杨素英整个人都石化了。100万奖金，给了老师50万，就是你采访里提到的那个老师。李牧解释了翟龙老师的病和离开的事。这30万你就别给我了，你修炼更需要资源，你拿着吧，省着花，妈稍微挣点就行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可以自己赚钱，你手里有钱我才踏实。行，那妈做小买卖就有启动资金了。妈，我给你这钱不是要你做小买卖，不过你说的也对，咱们确实也该有自己的产业。妈，你的天赋是什么来着？酿酒啊。对，酿酒。妈，你不是一直都想弄个古风酒馆吗？还说要不是跟了我爸当了家庭主妇，早就叱咤酒坛了，就酿酒吧。其实妈之前跟你吹牛的，妈是酿酒天赋不假，但是天赋是1级，当年差点上不了大学，要不是你妈我有点姿色，倒追你爹，哪有你啊？大学的时候，你爸就是天才校草，身边总有漂亮女孩，但是你妈我手段高明，几份爱心早饭就给他拿下了。当时我可嘚瑟了，最爱在那群漂亮女孩面前炫耀，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，你爸他本来就暗恋我，就是嘴笨，不敢说，这还是你爸亲口跟我说的。妈，有没有可能我爸是怕你没面子，故意这么说的？小兔崽子。总之哈，大学第2年你爸就是6品武者了，开始崛起。那时候他有了条件，自己的钱全都给我花。我的天赋方向是功效药酒，这个领域非常尴尬，培养过程需要各种药材，花销特别大。也就是你爸当时资金支持我，我才真正开始研究我的天赋。后来有了你，在李家除了带孩子，就是干不完的活儿，慢慢也就彻底放弃了。没事，老妈，大胆去做，儿子支持你这个梦想。神通术法里有一个借酒生威，虽然还没学，但将来肯定是要用。如果要喝酒，那没什么比亲妈酿的酒更放心的了。可是这钱的事你放心，
尽管去做。杨素英眼见没法再拒绝，决定重拾梦想。先开一家小酒馆，以前花了不少钱学过几年酿酒技术，现在上手就能做出几款像样子的药酒，只是想进一步提升，还得继续研究。第二天，黑水高校校会议室内，校领导们看着大屏幕上的学校资源排名公示公告，黑水高校排第17名，尹长明等人脸色都不好。太过分了，这明显是有人针对我们。这下子咱们学校丢人就丢大了。嘿，好在咱们学校也不怕丢人了。看来校门口那件事影响确实很深，盛龙校长的妹夫在资源部扎根颇深。可是首战那天，资源副部长看上去是挺看好李牧的。那都是表面功夫，哪个领导不对冠军说几句勉励的话呢？众人全都沉默了下来。说1000到1万，咱们还不如想开点，现在纠结这些干嘛呢？好好干，还有机会。只是可惜了，对面的腾龙高校高层全部被查，学校处于整顿阶段，很多学生都在寻找向外转校的机会。本来我们近水楼台，只要这次资源排名进入前10，绝对能接收不少腾龙的学生。现在就在众暗暗叹息时，房门敲响，一名老师拉开门，门口站着的正是林玉雅。各位老师，外面有人来转校。哦，是腾龙高校那边的，来了多少人？就一个人。一个？盛龙武校来的，张之维。什么？就是那个 S 级天赋的张之维。尹长明带着众人下楼，广场前已经围了很多学生，中间空地上站着张之维，他背着单肩包，眼睛一直盯着教学楼方向。校领导们推开人群走到他面前，张之维这才收回目光，看向各位校领导。尹校长好，各位老师好。张之维同学，你要？张之维拉开身后的背包，拿出一封推荐信。张之维 S 级天赋，武者2品巅峰境界，申请转到贵校，希望尹校长能给我一个机会。尹长明压着激动接过推荐信，打开一看，信是张之维父母，也就是张氏集团写的。只要黑水高校收张之维，就捐建1座 A 级标准的演武场。张氏集团不傻，捐演武场无非3个原因：一是确保转学的事能成，2是给儿子撑腰，3是对外表明张氏集团和黑水高校的关系。这对黑水高校来说，是想都不敢想的大机缘。好，我同意，欢迎张之维同学转入我校。校门口有些嘈杂，学生们惊呼着让出一条道。陆晨风来到尹长明跟前。尹校长好，我想转校过来，能不能转到跟他一个班？众领导眼前一黑，又来一个 S 级天赋。陆晨风往旁边扫了一眼，看到了张之维。哎，香槟也来了。张之维无语的看了他一眼。S 级天赋金戈铁马，你管人家叫枪兵？2位跟我来吧，我是学籍部的部长。老马上前接过张之维和陆晨风的学籍资料。张之维2人转校的消息很快传开，才半小时，腾龙武校就来了大批转校生，黑水高校彻底沸腾了。盛龙武校校长办公室，校长助理开门进来，快步走到办公桌前。校长，出事了，说张之维申请了强制退学，转校去了黑水高校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就在刚才，我也是先看到的新闻，才去查张之维的学籍。张之维是直接将违约合同和违约金直接放到教务处的。为什么？张之维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助理脸色微变。你知道？这可能和资源排名有关。黑水高校这次资源排名只拿到了第17位。怎么会这样？黑水高校按定的排位不是第7吗？是少爷，他昨天和李牧起了冲突，然后扬言要让黑水高校资源排名下降。赵红眼前一黑，很快想明白了前因后果。他姐夫是资源部副部长，这层关系很少有人知道。盛龙武校全靠这层关系发展。昨天他安排儿子赵毅去邀请李牧来校，赵毅回来只说李牧不愿意，没提冲突。现在看来，肯定是赵毅找姑姑帮忙，姑姑给姑父施压，暗中操纵了资源排名。赵红一想到后果就害怕。好的情况是失去张之维，盛龙武校排名下降；坏的情况是他和姐夫的关系被曝光，学校遭殃，姐夫被查，更是万劫不复。此时的李牧在深渊加入了预备役，信息被录入军队系统，已有50功勋值、1000贡献值和1枚3等功徽章。李牧来到任务区，任务区人不少。李牧走到一个任务窗口，美女，我想看看都有什么任务。柜台前的女兵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将一个半透明大屏幕拉到李牧面前。请先扫描一下您的战术手表。李牧将手表递上。2品巅峰境界的话，您比较适合1、2品区域的寻找任务，目前有不少小队在待命呢，你可以从这里面选一下。李牧看了一眼任务列表，随后点头。我选择2品区寻找任务。好的，由于您是预备役第1次出任务，无法申请个人出战，2品寻找任务没有功勋加成，战术手表会自动检测怪物死亡时的怨念值，为您结算贡献。您在击杀怪物的过程中伤害贡献越多，贡献值也越多。出任务后，手表上的任务记录仪会打开，您可以在任务结束后随意调取录像。女兵耐心解释，李牧点了点头。
好，当前已为您匹配了一个4缺1的队伍，请稍后。女兵笑着朝一个方向抬手示意，李牧看过去，4人一起朝这边走来。4人是3男1女，他们走到柜台前，女兵主动给几人介绍李牧。忠义小队，这位是预备役武者，第一次出任务，武器是棍。虽然是预备役，但是深渊首战的东城区冠军，目前就读于黑水高校。忠义小队4人同时看向李牧，尤其是那个美女，脸上满是厌恶。队长则面无表情地对柜台小姐姐说话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这次打算前往3品区，不想带新人。”这个。柜台女兵尴尬地看向李牧：“哼，麻烦你在我们的组队信息中加上一条，修为可以不用太高，但必须是血于火中实战出来的战士。高校预备这种温室花朵不太适合我们队伍。”李牧耸了耸肩，对柜台女兵说：“无所谓，我跟谁组队都一样，随便帮我找个队伍就行。”哼，什么叫跟谁都一样？随便找个队伍就行？那言外之意岂不是说，随便找一个队伍也比我们的队伍强？正在此时，众人身后响起一个厚重声音：“我们愿意带。”众人转身看去，说话的是马军。先锋小队现在缺1个人。马军向李牧伸出手，李牧和对方握了握手。李牧，马军。马军接着转身介绍身后3名队友，马军和名叫赵美婷的女战士是3品，另外2人是2品巅峰。李牧当即同意加入。柜台女兵很快把李牧编入马军小队，这全程都被忠义小队看在眼里。他们队的美女看到赵美婷满是嫉妒。出了基地大厅，众人直奔传送门区域，几人定点传送到2品寻找区域。一进作战区域就抽出武器，马军用大刀，赵美婷用长弓，张赫用长枪，宋彪用单刀。几人警戒四周，在召唤战马。马军等人的战马比李牧的小1圈，他们看到李牧的战马，一同发出惊叹：“我去，兄弟你行了，这战马是精品吧？”“对，精品。”赵美婷则是看着李牧背上的披风：“你这个披风是不是叫大小披风？精品灵宝？”“你见过？这女人这么见多识广吗？”“在精品灵宝区见过，好像360功勋以上才有购买权限啊。”几人意味深长地看着李牧：“侥幸立了点小功劳。”李牧打了个哈哈，众人也一笑而过。马军打开战术手表看了看，接着勒住马头，指了一个方向：“这边有一个红色区域，目标是清理成黄色。”这里的颜色指怪物密集程度，从低到高是绿、黄、红、黑4种。考试区域最多到黄色，所以他们要把红色区域杀成黄色。马军下令后，几人的战马立刻狂奔，没跑多久就遇到怪物。这区域的怪物是2品巅峰猎狗，也叫土狗。这些怪物出现时，盯着战马的目光比盯着李牧等人更贪婪。下马，所有人都下马收回战马，5人一起冲上去。马军先飞身砍出一刀，土狗凶狠地咬向大刀。马军怒喝一声，左脚猛跺地面，凭着巨力拽回长刀，还把土狗拽得趔趄。张赫接着挺枪扎向土狗的头，土狗强行扭转失重的身体，勉强躲开。可张赫刚闪开，身后就猛地射来一支飞剑，土狗滚在地上狂吼，被重刀斩下头颅。马军回头看着几人，收回了自己的大刀。李牧召唤出战马，其他人也纷纷翻身上马。团队战斗讲究配合，你多看几只怪物，找一找自己在战斗中的位置。李牧点头。刚才战斗里，马军负责先手，在前面扛怪物，张赫攻击，没击中的话，赵美婷再精准打击重创怪物。最后马军补刀，分工很明确。马军是想让李牧找自己在团队里的位置。怎么样？觉得你适合哪个位置？下一只怪物你也该活动活动了。你那个位置？几人面面相觑，随后一笑。你是说先锋？李牧点了点头。哈哈哈，好，下一个你来试试。先锋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这老弟比我勇多了。众人说笑了一阵，又往前跑了不远，遇到了2品巅峰的土狗。下马。马军说完，李牧已经闪身冲到自己前面。李牧眨眼就到怪物面前，一棍子横扫过去。他发现这种怪物从不躲马军的大刀，只会没脑子硬拼。马军见李牧出棍却没防御动作，急忙跟上想接应，却看到了让他头皮发麻的一幕。土狗咬向金花棒，金花棒直接轰碎他的尖牙。土狗本想扑向李牧，却被一棍闷在半空，直直掉在地上。准备接应的人都愣在原地。马军离得最近，看到这幕差点闪了腰。几人看看地上的土狗尸体，又看看面不改色的李牧，脸上的震惊久久没散去。斩铁是马自己的斩铁是只敢在收尾时用，怪物有战斗本能，要是一开始用，挥刀速度太慢，怪物察觉攻击强就会闪避，从侧面偷袭。之前对付土狗时试过，可惜被土狗闪避后咬伤大腿，之后就没再用过。可李牧的斩铁是为什么这么快？那土狗明显感受到了攻击的强悍，想躲却来不及，说明李牧的斩铁是甚至比自己的普通攻击还快。天赋特性。误草，但是老弟你这么玩，咱们实在是没法配合了呀。我感觉跟你组队，我有点累赘啊。我也没想到他这么不经揍，下次不用斩铁是试试。说话间，李牧把刚得到的36点战胜点加到了神兵树上。消耗36战胜点，
强化神兵术成功，神兵术为武器赋予重量，当前为364斤。几人纷纷翻身上马。那看来我这个先锋官可以歇歇了。不过你确实可以先舍弃斩铁试试，节省真气，保存实力。团队配合的目的就是用最少的力气打出最强的效果，也好让兄弟们分一分贡献值。马军对李牧劝道：确实。接下来的战斗里，李牧不用斩铁试，单靠400多斤的棍，一棍也能把怪物砸成重伤。李牧把神兵术重量加到675斤，加上棍子本身重735斤，这重量下，土狗躲不开的话，颅骨会被一棍打碎，根本不用斩铁试。很快又攒了120点战胜点，遇到怪物的频率和数量越来越多，他们便不再骑马，改步行。2个多小时了，这区域的颜色好像淡了很多。大家打起精神，现在我们应该逐渐脱离土狗的地盘了。而后几人没走出多远，李牧突然站在了原地。等会，是我眼出问题了，还是起雾了？其余几人都停下脚步，抬头望去，脸色突变，浓浓大雾已经把他们彻底笼罩住了。糟了，上马，走！说完，几人召唤出战马，朝着来时的方向飞速狂奔。可几人还没跑出多远，浓雾就彻底把他们困住。突然，几人身前传来一声恐怖的兽，马军的战马被掀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队长赵美婷、宋彪、张赫勒住战马，掉头去接应马军。李牧发动火眼金睛观察四周，火眼金睛虽只能看真气流动，在迷雾里像热成像雨，能看到10几米甚至几十米外的能量流动。马军几人在他眼里就是绿色能量团，庆幸的是怪物也一样。此时一个巨大黑影在疯狂攻击战马，马军的战马发出悲惨嘶鸣，血光很快染了迷雾。马军抽出大刀，硬抗怪物一次找击，一刀将其斩杀。队长，上马！马军一拽张赫的手，翻身上马，刚上马，忽然冲出3只怪物，直接扑向3匹战马，一照面就撕碎战马前胸，把3匹战马掀翻在地。李牧高高跃起，半空中把摇鼓收回马牌，一棍子砸碎一个怪物的脑袋。其余几人很快解决了另外2只怪物，但地上的3匹战马已经倒地，奄奄一息。李牧，你带美婷走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发动回城时。现在小队里只有李牧还有1匹战马，虽是精品，但肯定带不了5个人，就算带2个也会影响速度。四周响起怪物怒吼，不断朝这边靠近。李牧看了看地上死去的怪物，又看了眼科技手表，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。跑已经没用了。放屁，能跑一个是一个，没必要全都在这里做无谓的牺牲，这是命令。闭嘴，马哥，我功勋高于你，现在由我接管队伍，所有人听我命令，立刻进入团队防御姿态，向东移动200米，检查通讯器，打开记录仪，打开定位，立刻执行。小队里功勋值最高的人能直接接替队长位置。之前聊天时，李牧知道马军的功勋值是35点，马军不敢不执行命令。其他几人在慌乱中也把李牧当成了主心骨，立刻执行命令。几人呈5角站位，迅速进入防御姿态，快步向东移动。这是古鬼领域，是深渊的特殊天象，回城市法阵没办法在这里面生效，回城是不可能的。这种迷雾会不断生成3品怪物古鬼，嗅觉惊人，听觉极差，听吼声我们已经4面楚歌了。骑马奔跑，战马的臭味会不断引来怪物，死去的古鬼血腥味也会引来更多古鬼，我们必须换地方。这种迷雾已经完全干扰了定位，军区会设法寻找我们，只要他们定位到我们的坐标，就能指挥我们脱离领域，保存真气，保存实力，等待定位准备突围。抱歉，看来我不合格。说话的功夫，几人已经跑出了200多米。李牧号令众人停下，缓慢移动。你做得很好。那如果军区定位不到我们呢？李牧咽了咽口水。那就只能坚持到这个迷雾结束。何时结束？1个小时。李牧说完，2只怪物的吼声扑面而来。与此同时，军区指挥部的警报突然拉响，副指挥官王龙成很快赶到，大步走进指挥部，指挥员立刻上前介绍现场情况。红色2品寻角区，古鬼领域，浓雾绵延至少上百公里，归设了22个寻角小队。王龙成来到指挥台前，指挥台大屏幕上，几十个屏幕聚焦大片浓雾。传令下去，所有3品以上救援队在鬼雾之外待命，等待接应撤离的寻角队，严禁他们进入鬼雾。古鬼领域是深渊中很诡异的天象天灾，里面的古鬼是区域内怪物被鬼物改造变异来的。进入鬼物的武者等级越高，鬼物就会生成对应品级的怪物。是啊。调出所有寻角小队的信息，调出所有寻角小队的记录仪直播，整合这些寻角小队的通讯器，打击辅助定位，加强定位信号，搜寻所有小队定位。王龙成下达指令，指挥员们执行。很快，所有小队的信息都出现在左侧一个竖屏上。小队成员手上科技手表的成像技术，正将他们的战场画面直播回指挥部。中间有22个屏幕被放大，显示的都是寻角队队长的视角。王龙成扫过所有小队的屏幕，发现几乎所有小队都陷入了与怪物的缠斗，各个屏幕上满是血光。指挥官，通讯器整合完毕。
王龙城按下面前的话筒通话键。所有小队注意，所有小队注意，我是副指挥官王龙城。你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古鬼领域，并不常见，领域内无法生成传送法阵，不要指望回城时领域干扰了你们的位置信息。我们正在定位，在此之前，全员下马，全员下马，禁止骑马突围，所有人步行，进入五角防御姿态战斗，保持移动，不要停留在有血腥味的地方，保存真气，保存实力，随时准备定位成功后突围。古鬼基本是2品到3品，攻击力强，速度快，防御力差，弱点在头部。王龙城松开通话键，看到了小队信息上的一个名字上，先锋小队2品武者李牧。给我调取这个先锋小队的声音。这小队的声音响彻指挥部前方屏幕，混乱的怪物嘶吼和几人的喊杀声震耳欲聋。很快解决眼前怪物。果然，指挥官说的和李牧说的一样，这下咱们有救了。指挥官，刚才好像在你下达完所有命令之前，这个画面就已经进入防御姿态了。指挥官，定位到第1个小队了。操作员放大小队的画面，王龙城按下通话键。中立小队，你们已经被定位了，不要慌，你们在迷雾区最边缘，保持冷静，打开地图，向坐标2371 975方向撤退，那里有人接应你们。迷雾里，中义小队现在只剩3人在逃跑，分别是队长周琴和一个男队友。周琴哭得满脸花，他们捏碎回城时，可捏碎了3个都没反应。3人边跑边打时，听到王龙城的命令，确定方向就朝目标点飞奔。这时一声鬼嚎，一只土狗变异的古鬼从斜刺里扑出，扑倒男队友。这土狗古鬼体型更大，男队友一刀捅过去，古鬼毫无反应，反咬他大腿将其掀翻。接着迷雾里又冲出一只古鬼咬向他。救我，救我！男队友发出惨叫，队长停下回头，脸上满是纠结。周琴看到这一幕，撒腿就跑。队长咬牙看了眼被撕咬的男队友，一跺脚也追向周琴。该死！指挥部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王龙城脸色一黑。这样的人如何让队友放心托付后辈？周琴和队长冲出迷雾被救援队接到，周琴跪地喘息，队长皱眉。王龙城切断画面，指导员则让操作员保存这段录像，吩咐下去做成反面教材。10几分钟后，在王龙城指挥下，多个小队有序撤离，有2个因陷入迷雾太深定位不到，其中就包括李牧的先锋小队。迷雾里，先锋小队的几人伤痕累累。李牧用力挥起金花棒砸碎一个古鬼的脑，手表里就传来了王龙城的声音：李牧，我是王龙城，你们在迷雾深处难以定位，想办法朝一个方向快速移动。是。浓雾里传来一声怒吼，李牧等人捂住耳朵，声波阵的浓雾翻滚，露出了前方的巨大古鬼。这古鬼身高足有6米，李牧等人眼前一黑。这是4品怪物，散开！面对4品古鬼的冲撞，众人来不及翻滚躲避，巨大古鬼瞬间定在原地，众人反应过来向旁边翻滚。0.5秒后，古鬼恢复冲锋状态，从几人身边冲过。马军等人震惊地看着李牧，别愣着，给我打！几人瞬间回神，古鬼的爪子深深插入地面，紧急刹车，烟尘弥漫，地面就开始震动。6、7只小型古鬼紧随其后冲来，一下打散了他们的防御圈。千万别分散！马军手中大刀暴涨到2米长，挥刀时带起狂风，一刀将3米长的古鬼斩成2截。其他几人也对抗起身边的古鬼，李牧则和巨型古鬼缠斗起来。面对古鬼砸下的巨爪，李牧身前扶起金色护盾，巨爪击碎护盾时产生爆炸，冲击波掀的古鬼裂起。李牧趁机抽碎古鬼下颚，但古鬼反击，一爪子扫中李牧，将他拍飞砸在地上，腰间和后背被撕开伤口。古鬼又冲到李牧身前拍爪，李牧来不及起身，只能架棒硬抗。马军从斜刺里杀出，用身体撞偏古鬼的爪子，爪子砸在地上形成巨坑。其他几人也赶来支援，但马军还没落地，古鬼身侧突然弹出补刀，横斩在他小腿上，将他膝盖以下的腿斩断。马军摔在地上翻滚，发出惨叫，鲜血溅到了李牧脸上。操！李牧从地上翻起，挥着金花棒朝古鬼乱砸。赵美婷去查看马军，张赫和宋彪支援李牧，3人3面夹击巨型古鬼，巨型古鬼一打3也不落下风。李牧的定身术有1分钟冷却，他本想拖延，可1分钟内张赫和宋彪接连重伤。宋彪倒飞出去时，李牧的定身术刚好冷却完毕。李牧双眼通红，高高跃起，给我定！巨型古鬼再次被定住，李牧用斩铁石砸向他的脑袋，古鬼脑袋炸开，轰然倒地，地上还散落着6、7个小古鬼的尸体。李牧喘着粗气走到马军身边，只见马军脸色复杂，张赫脑袋流血已昏迷，宋彪整条腿碎了，而赵美婷断了一条胳膊。李牧从储物戒指里拿出药瓶，递给了赵美婷，给他们吃止血药，每人1颗。李牧拿出布条，用力勒住马军几人的伤口止血。走，没有希望了，你快走吧。不要放弃，
绑好马军的伤口后，四周又响起古鬼的嚎叫声。李牧解下披风，披风迎风变大，将4名队友都盖住。赵美婷和宋彪伸手接住披风，不解地看向李牧。藏在这下面，盖严实，藏好血腥味。李牧打开系统面板，他的战胜点已积累到912点。他在神通术法里找到能扭转局面的神通72变，随即解锁了这项能力。消耗200战胜点，解锁神通72变。72变变化为万物，获取其特性，保留身体强度，维持变身持续消耗真气。72变是技能树的类型，李牧向下解锁了第一个变化。飞蚊变，变身成一只蚊子，没有什么特性，甚至不能吸血，飞行速度取决于真气消耗。好在72变没有冷却，李牧又花100战胜点点亮变身术，再把剩下的600点全加给了定身术。定身术1分钟冷却太长，还极度耗真气，每次要用掉真气总量的10%，刚才2次就用了20%。李牧现在只剩1半多真气，而浓雾还要40分钟才结束。他用600战胜点一下点亮了定身术的4个技能树节点。定身术消耗减少到每次消耗真气5%。定身术法术回转时间减少至50秒。定身术法术回转时间减少至40秒。攻击定身敌人时，多造成10%真气强度的伤害。李牧眼神扫过四周，火眼金睛发动，锁定了一个正在冲来的古鬼。杀！李牧说完话就凭空消失，一只古鬼冲过来扑了空，脑后挨了一棍，脑袋被砸爆。李牧现身又迅速引入迷雾。赵美婷、宋彪和马军从披风下露出眼睛，看到这一幕震惊不已。李牧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为什么他可以突然隐身？这种类型的功法不能说没有，但绝对不是他这个品阶可以掌握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功法。是天赋，他的天赋产生变异了。只要有古鬼靠近，李牧就会凭空出现在古鬼脑后，一棍秒杀，之后再引入迷雾。李牧腰上伤口的血腥味吸引了古鬼，所有古鬼都朝李牧跑来，却都扑空。被击杀的古鬼会产生看不见的能量，汇聚到披风上，让披风背后的银色圆环慢慢染上淡红色。将近半小时过去，迷雾开始变淡，指挥部里的人面色严峻。坏了，李牧的速度开始变慢了。他的真气见底了，应该是隐身过于耗费真气。那不是隐身，那好像是变身，他好像是变成了什么小飞虫。现在李牧真气彻底耗尽，从迷雾中走回马军等人身边，他把金花棒插在地上，撕下布条绑紧腰间伤口，又紧了紧衣袖。马军几人看到这一幕，目光里都透着痛苦。李牧，马军声音颤抖，李牧露出笑容。10分钟，这迷雾最多再持续10分钟。如果10分钟雾不散，我答应你们一定会离开。李牧看到不远处的雾气中一个黑影迅速跑过来，在这之前，藏好，别出来帮倒忙。说完，李牧抽棍迎上去，一棍横扫，就把冲来的古鬼砸翻在地，但没了真气。这一棍没秒杀古鬼，他翻身再补一棍，才砸碎古鬼脑袋。接着第二个古鬼冲来，李牧用同样的办法，2棍将其打死。指挥部里顿时变得嘈杂起来。这小子，难道是打算纯用体术撑过这10分钟吗？你去。是。张副官走出指挥室，古鬼越来越多，李牧的攻击却越来越弱。从2棍打死一只古鬼，到3棍、4棍打不死，甚至被2只古鬼同时按在地上摩擦。但每次杀掉古鬼后，他都会摇摇晃晃走回马军等人身前。马军等人看着他浑身是血，却依旧挺拔的身影，心都在颤抖。周围地面被血浸透，古鬼尸体甚至挡住了视线。李牧挥舞着武器，他已经失去意识，身体只是机械攻击。这时2只4米高的古鬼冲向李牧，赵美婷掀开披风冲出去，抱住李牧，背对着古鬼撑起绿色真气护盾。宋彪和马军拖着烂腿爬过来，马军还撕开自己包扎好的伤口。冲我来，来啊！这时张副官从远方冲来，速度极快，追上2只古鬼后跃起砸在一只身上，还徒手抓着他的后脊椎骨当武器砸向另一只。2只古鬼瞬间被砸成烂泥，迷雾彻底散尽。李牧扔下棍子瘫在赵美婷怀里，赵美婷泣不成声，眼泪滴到李牧脸上。你骗人，你骗人！你说你坚持不住一定会走的，你骗人！1分多钟后，救援队骑马赶到，张副官来到赵美婷身前，伸手将李牧接到了自己的背上。你们带上他们。他对3个救援队员下令，李牧由他亲自护送。3个救援队员迅速把马军等人抬上战马。走吧。张副官背着李牧准备离开，却突然感觉李牧身体的能量有明显异动，紧接着李牧体内涌出澎湃能量，一道白光直冲天际，众人大喜。突破了！这等死战，如果他在瓶颈期，绝对是突破的绝佳契机，这是用命换来的。所有人同感。张副官背着睡着的李牧，踩着古鬼尸体走，阳光照在近200具古鬼堆成的尸山圆环上。